秋日黄昏，夕阳给王村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纱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。前院200多平米的地上铺满了红彤彤的辣椒，身体瘦弱的小女孩拿着小树枝站在院子里，驱赶着想要偷吃辣椒的鸡。这3个小女孩是3姐妹，最大的今年6岁，名叫王盼娣；中间的4岁王招娣，最小的2岁多王求娣。她们是这户人家家主长子长媳的女儿。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辣椒是他们和家里的长辈从地里的辣椒树上摘下来的，洗干净了摊开到打扫干净的地上晒。空气里充满辣椒呛人的气味，3个小女孩不时地打喷嚏。不过她们的脸上没有不耐烦的表情，因为晚饭不喝稀稀的粥了，而是吃大米饭。点个订阅吧。自从王家家主的2儿媳妇李青青进家门说服家主后，早饭的饭是纯精米的，炒菜要放油了。晚饭从稀粥变成了糙米和精米混合煮的米饭，还有菜了。我看见婶婶拿了好多辣椒，还有一点大蒜，晚上是不是吃辣椒啊？是吗？七有些担心的道。可是辣椒要卖银钱的。吃辣椒，我要吃婶婶做的辣椒，一会儿就能吃到大米饭、辣椒。王招娣自言自语，内心欢喜地笑了。王盼娣特意道，要等爷爷奶奶爹回来才能吃。他们的娘张氏舔着大肚子从堂屋里走了出来，朝他们高声骂道，天要黑了还不知道把辣椒收起来，眼里这么没活，蠢死了。张氏今年26岁，跟王志已是第3婚了。她头婚嫁的是木匠，可惜木匠短命，新婚半年就去世了，2个孩子都没留给她。2婚嫁给了比她大10岁的屠夫，这个屠夫有个女儿，他对妓女挺好的，可是这个妓女小年纪竟然会说谎，污蔑她虐待。屠夫偏听偏信，打她，有一回把她打得昏迷了1天1夜，她为了活下来不得不跟屠夫和离。3婚嫁给了比她小2岁的王志。王志家境贫穷，身有残疾，是主母刘氏初婚带过来的王老头的继子。不过好在王志没有成过亲，是头婚。婚后2人一开始感情挺好，后来张氏一连生了3个女儿，王志生气没有儿子，对张氏心生不满，不怎么去张氏娘家，对3个女儿也不怎么搭理。如今张氏又怀了第4胎，他和王志极其盼望这一胎是男婴。收辣椒，快把簸箕拿过来。簸箕好大，我拿不动。母女4人收辣椒的时候，厨房的李青青、王菊正在生火做饭。李青青今年16岁，身材瘦高，浓密的乌发梳着圆髻，戴着一只雕有蝉纹图案的木钗，长着鹅蛋脸，皮肤微黄，柳叶眉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小嘴巴，眉清目秀，目光有神。她出身贫寒，娘家在几十里外山脚下的小泉村，有2个姐姐，2个哥哥，1个弟弟。娘家为了给她3个哥哥弟弟娶媳妇儿，把她们3姐妹的聘礼全部扣了下来，没有给她们嫁妆，连嫁衣都没有，就这么让她们嫁人了。李青青微薄的嫁妆还是2个已经出嫁的姐姐想尽办法凑的。以她的容貌，摊上这样贫穷的娘家，嫁不到镇子上，只能嫁到村子。好在王村比小泉村富裕些，王家好歹能够吃饱，这么好看，不会饿肚子。点个订阅吧。王菊是李青青的小姑子，也是王家家主最小的女儿，今年8岁了。她是早产儿，从生下来至今老生病吃药，家里在她身上花了许多银钱，常年的生病花钱，导致她性格内向沉闷。不过她跟张氏刘氏一样勤劳，眼里有活，哪怕身体不好也不会闲着，干力所能及的活。农家生活小孩子都能干，不过李青青炒菜
对火候有一定的要求。这2个月来，姑嫂2人做饭，小姑子生火，嫂子做饭菜，配合挺好。妹妹，把火弄小点。李青青语气活泼，还有点小激动。今晚要用辣椒做一道新菜给家人吃了。好。王老头、刘氏那都是过日子特别节省的人，舍不得吃可以卖钱当人情送，哪怕是绿辣椒也舍不得。今晚李青青炒菜用的就是绿辣椒，半簸箕，大概2斤，要是拿到集市能卖几个铜钱。于是王菊也担心李青青会被王老头夫妻说到，忍不住提醒：三嫂，这么多辣椒全炒了。对，辣椒丰收，咱们家吃饭的人多，我多炒些。姑嫂2人做好了饭，也不休息，到院子里帮着张氏母女捡辣椒。李青青踩着梯子上了屋顶，要把屋顶上的辣椒捡进大箩筐里，却听见张氏在下面高声道：朝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。弟妹，明天不会下雨的，屋顶高，屋顶的辣椒就不收了。那省事了。张氏望着李青青苗条的背影，想到李青青美丽聪慧，厨艺高超，再想到李青青刚嫁到王家才2个月，就做出新鲜吃食，咸蛋卖掉赚到银钱，被公婆看中，不由得面露自卑呀。李青青倒是没多想，把木质的梯子搬回杂屋，靠在墙边。前世她是个孤儿，高考进入军医大，毕业当军医，准备在部队里当一辈子的兵的。后来军队医院归了地方，他倍感失落，转业经商，挣了很多钱，到处旅游，走到哪儿都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。有一天走在人行道上，被醉酒驾车的司机给撞死了。再睁开眼就成了架空时代大唐国襄城小泉村将要嫁人的农女，原身也叫李青青，当时已经跟王浩定了亲事。原身不想嫁的，他的心上人是本村的一个考取功名的童生，这个童生对原身也有好感，只是童生的娘说原身没有嫁妆，帮不了童生读书考秀才，坚决不同意。原身非常抑郁，得了热伤风，就这么去了。李青青到了之后，对这种包办婚姻也不情愿，只是入乡随俗，也是替原身报答李家2老的养育之恩，就这样嫁了过来。2个月前，服兵役的王浩利用短暂的探亲假回到王村，跟李青青拜堂成亲后，就返回了军队。李青青就成了古代的军嫂。前世她当过军人，自知军人不易，决定当好这个军属，替王浩照顾家人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王菊、王盼娣站在院子3尺高的篱笆外，一边低声说话，一边眺望村口。姑，不知道辣椒能卖多少钱？王菊想到李青青昨晚说米菜越丰收价钱越低的话，不由得摇了摇头。我们家的辣椒又大又新鲜，肯定能卖好价钱。王盼娣对此充满了希望。张氏从院子里走出来，低声问道：小妹，这回爹娘拿了多少咸蛋去卖？王菊仍是摇了摇头。家里的咸蛋所用的鸭蛋是由李青青和王老头夫妻共同出的，所有的鸭蛋都是由李青青一个人做的，也是由她掌握。如今在家里的人只有她知道。王招娣实在是忍受不了饭菜的香气，穿着破草鞋的她噔噔地跑了出来，仰着脖颈问道：爷爷、奶奶、爹、四叔都去买辣椒、咸蛋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？王盼娣小大人般的愁眉苦脸的自语道：是不是咸蛋难卖？呸，乌鸦嘴，死丫头，我们家的咸蛋那么好吃，怎么会卖不掉？他娘就是这个性格，生不出儿子就总是骂他们姐妹。好在没有动手打他们呢，比村里其他的小女孩的娘强多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傍晚，王老头夫妻王志
王亮终于从外面回来了。4个人数王老头的动静最大，在篱笆墙外就开始哈哈大笑。我们赶天黑前回来了。王老头今年50岁，他是王家的一家之主。5个儿女当中，长子王志，二女儿王月是主母刘氏带过来的，不是王老头亲生的。3儿子王浩，4儿子王亮，5女儿王菊是王老头亲生。哎呀，我闻到饭菜香了，老头子抠门的不得了，把青青给我们做的饭团卖掉，不让我们吃。哎呀，真是饿死我了。刘氏快人快语，还是大嗓门。他比王老头小7岁，个子比王老头高半头，皮肤微黄，圆脸细眉，高鼻梁大嘴，性格泼辣。王志跟在老二身后憨笑2声，也不言语。王志今年24岁，他与二妹王月是刘氏与前夫所生。王志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，右腿比左腿短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容貌丑加上残疾，当年找不到媳妇儿，不得已娶了比他大2岁还成过2次亲的张氏。三嫂，我们回来了，辣椒卖光了，咸蛋也卖光了，你给我们做的青菜饭团，我手快跟大哥分吃了1个，剩下3个全部被爹给卖了。王老汉啧啧嘴巴，很是感慨道：县城的人可真是有钱呐，一个那么大点的饭团竟然给我2个铜钱。王志特意解释道：弟妹，爹没打算卖你做给我们吃的饭团，是县城的人见4弟吃饭团就馋了，直接给6个铜钱，把3个饭团都买走。他们一回来，家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卖就卖了，你们走了1天的路，肯定饿了，快来吃饭。三嫂，你在厨房啊？10岁的王亮从堂屋冲出来，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李青青，连忙闪到一旁，贴着墙壁让开路。本来想跟李青青表功，看到满满一大盆米饭，肚子咕咕直叫，恨不得把头埋进盆里大吃一通。刘氏朝小儿子嗔怪道：过了冬天你就12岁了，还这么冒失。当地人说的是虚岁，王亮明年虚岁就12了。王求弟抱着王亮的大腿要举高高，他人小却敏感得很，知道他爹王志重男轻女，不敢找他爹撒娇，就总是找他小叔叔。王亮摇着手道：你叔叔我走了40几里路，累死了，可抱不动你。刘氏笑道：求弟啊，跟小猫一样轻，你怎么就抱不动他了？婶婶做了好吃的。王招娣边说边流着口水，他早就饿坏了。王亮撅着嘴，往肚子里灌了半碗温水，解了渴才问道：三嫂做什么好吃的了？这么香。李青青微笑道：虎皮辣椒炒豆角，今天我特意多做了饭菜，你们这么辛苦，多吃点。张氏、王盼娣生怕王老头夫妻会说到李青青浪费，结果听到王老头乐呵呵的大声宣布：吃饭。晚饭之后，张氏很识趣的去厨房洗碗，王菊带着3个吃的小肚子鼓起来，满脸幸福的小侄女去洗漱。此时天已大黑，月亮的光只照到堂屋门里一点点，屋内黑乎乎的。刘氏看不到李青青此时的表情，笑道：青青真是个沉稳的，竟然能一直忍着不问我们卖了多少钱。李青青配合地问道：多少钱？王老头、王志分别从怀里掏出鼓鼓的布袋，然后放到八仙桌上，打开布袋口，露出一枚枚的铜钱。刘氏兴致勃勃地数另一个布袋的铜钱，还小声道：老头子，那块碎银快拿出来。王老头乐呵呵地站起来，转过身，背对着李青青，在身上掏了一会儿，转身右手往八仙桌上一拍，手抬起后得意地笑道：3000银子。三嫂，3000银子是我和大哥在县城卖咸蛋得的。王亮兴冲冲地抬头说了一句，
然后低头摸着铜钱，一枚枚的数。咸蛋好卖，有老主顾也有新主顾买。我和四弟的200个咸蛋不到中午就卖光。王志平时话少，今天实在是高兴，话多了起来，又道：弟妹说的对，辣椒丰收，价钱低不好卖，我们这么晚才回来，就是为了卖辣椒。咸蛋只有王家卖，销路很好，不到上午就卖光了。200多斤辣椒却一直到下午，还是刘氏决定降价才卖掉的。家里剩下的辣椒不要卖了，我做新吃时要用到辣椒。李青青就等着辣椒丰收，推出剁辣椒卖钱。黑暗里，王志看不到继父、三弟媳妇的表情。他作为长子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见识，更没有钱，无法发表意见。上次三弟媳妇做咸蛋，他就是这样一声也不吭。刘氏、王亮已经把钱数了3遍了。刘氏的性格大大咧咧，还忘性大，不过数钱嘛，却数得不错。王亮从小跟着王浩学了认字算账，脑袋瓜又聪明，更不会数错了，激动的道：咸蛋1个3个铜钱，2个5个铜钱，辣椒2斤1个铜钱，我们一共卖了721个铜钱，还有3000银子。王老头十分惊喜，失声道1两多银子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王老头夫妻早就立下规矩，家里产的粮食、菜，卖多卖少，钱都是要交给他们夫妻的。今天的辣椒没有卖到150个铜钱，李青青大气得很，给王老头夫妻算这个数额：1021个铜钱减去150个铜钱，就是卖咸蛋的钱。按照之前商量好的，李青青与王老头夫妻对半分，李青青得到了435个铜钱。她的嫁妆才86个铜钱，2个多月她就赚到了5倍的钱。就算把王家所有的辣椒卖掉，也卖不了这么多钱。王亮发自内心的敬佩，夸赞道：三嫂真厉害，赚了这么多钱。李青青从眼前桌上的属于自己的铜钱堆里数出几个铜钱道：大哥，你和四弟跑了1天，辛苦了，给你6个铜钱。王志又惊又喜，连忙摇手道：使不得，我怎么能拿你的钱？他身有残疾，当不了兵，服兵役只能王浩取。他又生了3个女儿，马上张氏又要生一个孩子。每天他们夫妻与孩子都得吃饭，付出的很少，没有为这个家里做贡献，怎么能要弟媳的钱呢？李青青硬是把钱给了王志。王亮一脸的羡慕，谁知李青青又道：四弟，给你5个铜钱。三嫂好，谢谢三嫂。王亮嘴巴笑得合不拢了。你们2个臭小子也有钱了。王老头把碎银攥在手里。王亮问道：三嫂，你做的青菜饭团很好吃，明天你能不能做青菜饭团？我们去县城卖啊。李青青缓缓的道：青菜饭团做法简单，是个人看了就会做，卖不了几天。青菜饭团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只怕在县城卖1天，第2天就会有人效仿。王亮便道：那就不能卖了，只能卖青菜饭团。青菜饭团能卖1天是1天。李青青当然是想赚钱，柔声道：我并没有不同意，那就明天，你们去卖1天青菜饭团，后天再说。王老汉兴奋的道：好。王亮耶的叫了一声，刘氏、王志也是哈哈直乐。李青青体贴的让4人先去洗漱歇息，王志却不肯，非要他自己最后一个洗漱。三弟当兵不在家，他得照顾三弟媳。李青青用热水烫了脚，摸黑把水倒到房间木质的粪桶里，半夜就在这个木桶里消解。说起来，她现在还是个黄花闺女。原来成亲那天，王浩在众目睽睽之下掀开了盖头，看到容貌秀美的李青青，顿时异常欢喜。喜宴上对于族人敬酒，来者不拒，喝得大醉，被王志和一个堂哥扶进洞房，倒下就睡了。结果一觉睡到天亮，错过了良辰吉日。李青青躺在床上，
不由得再次想起洞房花烛夜呼呼大睡的王浩，忍不住嘴角上翘。万籁无声，他闭上眼睛，很快进入了梦乡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次日早晨卯时3刻，李青青起床时，除了3个小孩子外，其余的人都起床了。她竟然比王菊都起来得晚。王亮煮饭，王菊烧水，已经焖了一大锅白米饭，打开锅盖盛出来放凉。这可不是早饭吃的，而是用来做青菜饭团的米饭。来到厨房，听到弟弟妹妹向他打招呼，微笑道：来，我教你们做青菜饭团。好。谢谢三嫂，三嫂最好了。王亮的嘴巴很甜。不到半个时辰，200多个青菜饭团做好了，用底部铺有深绿色棕叶的背篓装好。王志背上背篓，与王亮这就出发去县城售卖了。这时又一锅米饭蒸好了，李青青等米饭晾凉了些，又做了200多个青菜饭团。爹娘，你们先吃几个饭团，再去县城。啊，对了，让大哥弟弟也吃饭团，别饿坏了。老头子，快吃，吃完了走人。刘氏边催促边往嘴里塞饭团。青青，你也吃饭团，别这么好饿着。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官道这边，刘氏朝着背着竹篓的老王头高声道：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，你都不应。王老头2道浓眉一挑：青菜饭团赚了钱，多分给青青一些。那是当然，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。王老头还怕刘氏不同意呢，没想到刘氏也是这么打算的。王老头认为刘氏喜欢李青青，偏向王浩，那就是对他生的儿子好，对他比前夫爱意多，不由得哼上当地的小曲儿。刘氏不知道王老头高兴的哼小曲儿是因为多情脑补了那么多，道：哎呦，难得天公作美，今天又是大晴天，希望我们家的青菜饭团全部卖光。老夫妻来到县城门时，在官道两边的长长的集市走了一圈，竟然没看到王志兄弟，就以为他们是跑到昌镇去买青菜饭团了。眼下是上午，正是集市最热闹的时候，附近村子的村民把家里的东西拿到这里卖给县城的居民。香喷喷好吃的青菜饭团，不用生火，不用下厨，直接当饭菜吃，一个只需要2个铜钱，买5个送1个，快来买！有个身材瘦高，左脸颊有道寸长刀疤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问道：老伯，看着你面熟，你是哪个村的？王老头知道刀疤脸做着米饭的买卖，这可是竞争对手，心里警惕起来，面不改色的道：王村，你是哪个村的5里外石头村，我叫张大虎。刀疤脸张大虎心道：原来老头老婆子是王村的，比我家离河县远多了。微笑道：我每天早晚来县城2趟卖炒米饭。刘氏个子比张大虎高，目光有点俯视他，问道：我的2个儿子昨天在这里卖咸蛋，今天一早就在这里卖青菜饭团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啊？哦，原来你们家就是卖咸蛋的那家，我就说怎么瞧着你们面熟呢。明天你们家还是卖咸蛋。张大虎也站着看了一会儿，觉得青菜饭团不难做，连油都没放，成本比炒米饭还低，心里暗道：哼，等着瞧吧。刘氏不知道张大虎正在雄心壮志，准备明天打败王家的买卖呢，问道：你到底看没看到我儿子？看到了，他们跟着香月寨的小二进了县城。张大虎丢下一句就转身走了，他得赶紧卖完炒米饭，卖完就回家去做。
王老头夫妻面面相觑，记忆中没有跟香月斋打过交道啊。咸蛋没有卖给香月斋的人，不约而同的道：出了什么事？出了什么事儿？王老头打算去香月斋瞧瞧，可是青菜饭团的买卖好，主顾络绎不绝，刘氏一个人忙不过来的，只能先把青菜饭团卖了再说。这一卖就是1个时辰，将近5时了，竹篓里的青菜饭团全部卖光了。王老头夫妻正要进县城去香月斋，就看见王志、王亮从县城城门晃晃悠悠地走过来。没等王老头夫妻问话，王亮已经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部都说了。爹娘，我们的青菜饭团卖光了，我们去香月斋了，香月斋的掌柜见了我们。王志沉稳，看到爹娘的竹篓空了，道：饭团都卖光了，我们回家。回家了。王亮压根就没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说香月斋的事，把王老头手上的竹篓接过来背上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初秋下午，艳阳高照，非但不冷，还有点热，特别是站在阳光下面走路，一会儿就热得脑门出汗了。李晶晶正带着张氏、王菊在2院的院子用菜刀剁辣椒时，前院响起了王老头4人的声音。王弟手里拿着一块米花糖，疯似的跑过来，兴高采烈地叫道：爷爷、奶奶、爹，小叔叔回来了。小叔叔带回来米花糖，香什么斋的米花糖，给我们每人1块。米花糖耶！张氏哭笑不得，跟李青青道：哎，弟妹，你看看，你昨天给了4弟铜钱，他今天就全买米花糖了。大嫂，我没把钱花了，米花糖是香月斋的掌柜送的。王亮的声音从前院传过来，很快他就到了2院的院子，看到家里3个大小女人用菜刀咚咚剁着红辣椒，旁边的几个木盘已经装满了剁碎的红辣椒，场面有点震撼。张氏惊诧地问道：不要钱送的？还有这等好事？香月斋掌柜要买三嫂的咸蛋方子，为了套话送给我1大包米花糖。三嫂快吃糖，你放心，我没有出卖你，也没有替你把咸蛋方子贱卖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王亮边激动地回答，边把米花糖给张氏吃了1块，最后剩了3块全部给了王菊。在堂屋喝了水解了渴的刘氏炮弹般的冲至2院，指着2个儿子跟李青青气呼呼的道：他们2个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然敢进香月斋的后院内奸。若是那香月斋的掌柜心存歹意，随便找个由头就能扣下他们2个，再讹我们家交出咸蛋方子。王志感慨道：我们被衙役盯上，发现衙役跟掌柜的很熟，我们这才知道后怕。王亮却道：娘，你想多了，香月斋的小二请我们进县城店铺，当时官道两边好多摆摊的人都看到了，我们要是在香月斋出什么事儿，以后谁敢进香月斋啊？哎呀，傻小子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。咸蛋方子价值10两银子，香月斋万一舍不得出银钱，就要坑你们兄弟。你们兄弟若是进了公堂，就得挨板子，这一辈子就毁了。王志最听刘氏的话，一个劲儿的点头。李青青嘱咐道：小心没错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王老汉黑黝黝的方脸目放金光，等老伴训完了2个儿子，道：三媳妇儿，进堂屋说话。走，进堂屋商量。堂屋5个人围着八仙桌坐下，王老汉望着李青青的目光就像是望着财神爷，大嘴笑得合不拢，道：三媳妇儿，你同意卖咸蛋方子吧？我不同意。听到李青青的答复，4个人包括内向的王志不约而同的惊诧问道：什么？你不同意卖？ 10两银子少了。
李青青的心理价位是30两银子。啊，青青啊，10两银子真不少了。刘氏很是激动的道：“10两银子能盖我们家3排房子，置办家具还有富余呢。”王志的声音有点颤抖：“弟妹，这么多银子你嫌少？”他活了这么多年，所有挣的钱合起来都不够10两银子，他真是个废物啊！三嫂，我三哥在军营1个月的军饷才150个铜钱，1个铜钱不花，攒好几年才能存10两银子。三嫂，咸蛋是能卖钱，可是我们家买不到太多的鸭蛋，2个月才做了几百个咸蛋。三嫂，这个机会得到不容易，万一过2天香叶斋变卦了，不愿意买房子怎么办啊？王亮嘴巴不停地说，见李青青并不动容，他急得抓耳挠腮。李青青自是知道家人的好意，解释道：“如果我卖掉咸蛋方子，以后我们家就不能再卖咸蛋。我打算用剁辣椒赚到银钱去襄城大批收购鸭蛋，等腊月快过年时去襄城卖咸蛋，赚的钱不会少。”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李青青决定的事情轻易不会改变。王亮被李青青的话说得犹豫了。可能三嫂说的对。接下来是算账，400多个青菜饭团竟然卖了960个铜钱，比辣椒赚得多，比咸蛋赚得容易。王老头刘氏的嘴都要笑得合不拢了。刚才因为李青青不愿意卖咸蛋方子的郁闷一扫光，王老头兴高采烈的道：“三媳妇儿，你看吧，我说的对吧？今天卖青菜饭团赚到钱了。”刘氏直接夸赞道：“青青聪明，厨艺好得很，做的青菜饭团好吃还好看。”王老头从铜钱堆里数出200个铜钱，交给李青青：“我和你娘在路上就商量，你想出的点子，你的手艺，给你200个铜钱。”李青青笑着接过铜钱，然后给王志、王亮每人6个铜钱，还给了王菊3个铜钱。谢谢三嫂。王菊没想到，只是煮了米饭，烧了灶火，就得了铜钱，欢喜不已。王亮喜滋滋地把铜钱收好，想到了什么，问道：“爹娘，我们兄弟从县城出来，看到卖炒米饭的大哥跟你们说话，你们在说什么？”王老头记忆好，道：“他叫张大虎，石头村的人。张大虎一直盯着我们家的青菜饭团，心里气我们家抢了他的老主顾。”刘氏咦了一声，望了望老伴儿：“哎，老头子，你说张大虎会不会明天也做青菜饭团呢？”王亮气呼呼的道：“看他脸上有刀疤，不像什么好人，他肯定会跟我们家一样做青菜饭团。”王家人不知道的是，张大虎卖掉炒米饭，回家不休息，做出了青菜饭团，用的青菜也是黄瓜、莴笋，然后一口气做了200多个。那个卖鸡蛋的汉子还要创新，把青菜改成鸡蛋，做成鸡蛋饭团，打算明天在集市上面一鸣惊人呢。黄昏，王家村炊烟袅袅，王老头家的晚饭已经好了，一家人上了饭桌，正准备吃饭，就听见院子外传来一个洪亮的男子声音：“王志，你爹在家不？”王志也不起身，坐在板凳上高声答道：“七叔，我爹在家。”一位个子不高、身材干瘦的黑脸老头从院子外面走到堂屋，只见他左手拿着一个盛有稀饭的饭碗，右手拿着筷子。来者名叫王七，是王老头的堂弟，也是王家村里正兼王家家族的族长。几个晚辈不约而同地朝王七唤道：“七叔好。”“七叔好。”“菜是王好媳妇炒的，你尝尝。”王七看看一桌10个人，已经很挤了，又飞快地吃了一块南瓜，这才开口说正事儿。望着王老头夫妻问道：“明日大哥家的曾孙子办满月酒，你们家出多少礼钱啊？” 10个铜钱。
刘氏很自然地问道：“你们家呢？”王七便道：“那我家也给10个铜钱。”刘氏用不大不小的声音道：“王浩和青青成亲，我们家摆喜宴，大哥家给了10个铜钱。人情就是你来我往。你家谁去吃酒席啊？”王老头立即笑呵呵问道：“青青，你去不去？”酒席上就算没有肉，也会有蛋，吃酒席可是好事儿。我就不去了。李青青柔声道：“让妹妹去吧。”王菊抬头喜滋滋的道：“谢谢三嫂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”次日一早，李青青在王老头夫妻的强烈要求下，做了200多个青菜饭团。王老头直接问道：“青青，你怎么比昨天少做了近200个饭团？”昨天香月斋一家买了100个饭团，我不把方子卖给他们家，今天他家不会买我们家的饭团，我就少做了。李青青见王老头一脸的不悦，又道：“爹娘，我怕卖炒米饭的张大虎他们也卖饭团，到时2家都卖一样的吃食，就没有那么好卖了。”李青青怕出现竞争对手，这回的青菜饭团用到的青菜换成了豌豆和胡萝卜，绿色的豌豆，红色的胡萝卜，白色的米饭，色泽鲜亮。王亮小心翼翼地把饭团装进竹篓里，道：“爹娘，今天的饭团少，你们别去县城了，我和大哥去就行。”刘氏没好气的道：“不行，我和你爹要盯着你们兄弟回绝香月斋。”于是4个人一起出发，风风火火地去了县城。李青青、张氏、王菊仍留在家里用菜刀剁碎辣椒。昨天3个人剁出去200多斤辣椒，李青青已经把它们放在了大坛子里面，用盐、酒腌好了密封。前院传来2个女人的吼叫声：“你们家谁去大伯家吃席？赶紧去占个好位置啊！”李青青见小姑子王菊一脸的期盼，笑道：“妹妹快去吧。”张氏还特意起身去前院跟2个妇人道：“我们家王菊去，你们照顾着点她，别让她吃不饱饿着肚子回来。”2个妇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放心，绝对让她吃到好吃的。”嗨，肯定让王菊吃撑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风和日丽，秋日通往襄城没有下过雨的官道，道路没有泥泞不滑，十分好走。城门两边都是摆着摊子卖东西的村民、货郎、小商贩和县城及附近的老百姓，热闹得很。昨天卖鸡蛋的汉子站在小集市的边上，大声吆喝：“鸡蛋饭团，1个2个铜钱。”王老头4人刚走进小集市，就看到这一幕，心情一下子郁闷起来。紧接着，不远处又传来了几个男子的吆喝声：“青菜饭团，1个饭团1个铜钱。不用生火就能吃的青菜饭团，快来买！”王老头蹙着眉头道：“他们4个人卖饭团，就算每人卖100个饭团，也有400个饭团。”刘氏喃喃道：“我们家有200多个饭团。”王老头后悔得很，短叹了一声道：“老婆子，我们该听青青的话，饭团少做。”王志问道：“爹娘，我们怎么办？”跑了一圈了，打探完的王亮返回，气呼呼道：“鸡蛋饭团跟咱们家的饭团一个价，另外3家都是1个铜钱1个，他们卖的那么便宜，我们家怎么卖啊？”王老头道：“青青在饭团里面放了芝麻，用的豌豆，这2样都比别的菜贵，咱们家……”刘氏打岔道：“我们家的饭团不能降价，我们不在县城卖，这就去镇里卖。”王亮提醒道：“爹娘，你们忘了，
我们还得去香月斋。王老头夫妻已经气得忘记了这件事儿。老婆子，你和王志去昌镇，我跟王亮去过香月斋，就去昌镇找你们。王老头放下话来，就带着小儿子进县城。王老头到了这里，竟胆怯的有点迈不开腿。倒是王亮大大方方道：大哥，我们来了。小二满脸布满笑容道：好，你们来了，快请进后院那间。王老头开了口，因为紧张导致脸上的神经紧绷，看上去很严肃。不用，我们不进去。小二仍是笑着问道：不进去怎么谈啊？他以为王老头就是咸蛋方子的拥有者呢。价钱低了，咸蛋方子不能卖。竹竿小二停下脚步，盯着眼角生满皱纹的王老头，气呼呼地问道：100两银子，你还嫌价钱低啊？100两银子够在县城买套房子，你竟然还嫌价钱低？王老头瞪眼问道：你说啥？多少银子？王亮也是惊呆了，不是10两银子吗？怎么变成了100两？真的是100两银子，100两。王老头舌头都有些打转了，甚至脑袋有点晕。我的天哪，咸蛋方子竟然值这么多钱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王老头父子火急火燎地往王村赶，路上王老头都顾不上埋怨儿子把银子的数额传错了，哪知刚进王村就被正在路上捡鸡粪的族人王大脑袋拦下来了。说，大伯家摆酒席，刘氏在厨房切菜，不小心把手指切了。曲妹妹说浩嫂子会瞧病，就把刘氏带到你家，这会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闻言，王老头愣了一下，问道：哪个刘氏？王大脑袋解释道：大伯娘娘家的人专门过来帮忙做饭的，我听人叫他刘氏。王亮忙道：爹，不是我娘，是外村的刘氏。王老头心道：100两银子的买卖等着青青呢。这边刘氏的手指被切，青青得救人，不知救到何时。唉，香月寨的东家不会等不及走人吧？王老头已经急不可耐地在堂屋门口跟李青青说了香月斋东家用100两银子买方子的事儿，催促道：青青，快跟我们去县城买方子。这回他一定要让李青青卖掉咸蛋方子，绝对不能错过发大财的机会呀！王亮激动的道：我三嫂救人不收钱，菩萨心肠有好报，老天爷就让香月斋买我三嫂的咸蛋方子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这就去。李青青自是大喜，这可比他的心理价位超出3倍还多。咸蛋方子他卖了。走到官道，正好碰到一辆专门收费拉人往河县方向去的驴车。李青青也不问王老头，直接拦了下来。从王村到河县，一个人收费1个铜钱。他给赶车的老头付了3个铜钱，上了驴车。要是平时，王老头打死都不会花钱坐驴车。今日可是大事儿，又是亲生的儿媳妇请客，就没说什么，跟着王亮坐上了驴车。进了县城，李青青使了个心眼儿，没有直接去香月斋，而是给王亮几个铜钱，让他到茶馆打听香月斋的背景以及签契约的注意事项。茶馆是消息比较灵通的地方，想打听什么得去那里。王亮从茶馆走了一遭回来，满脸震惊地跟李青青道：不得了，香月斋的东家就是那个小胡子大哥家里出了位皇宫里的娘娘。王老头傻眼了，喃喃地道：马家这是皇亲国戚。是，爹，你不要担心。弟弟打听到的消息还说了，马家名声不错，以前跟人收过方子都付银子了。李青青又低声道：100两银子对我们来说是很多，可对马家来说不过是9牛1毛。很快，3人出现在香月斋人来人往的大堂，
竹竿小二见这回来了个豆蔻少妇，有些惊讶，不过热情地把他们请到了后院的内室。李青青开门见山自报身份：民妇李氏见过马老爷，民妇的丈夫现在在军队服役，不在家乡。这2位是民妇的公公及小叔子。他得知李青青是军嫂的身份后，不由得起了一分敬意，微笑道：好说，请坐。不瞒2位，昨日我家人误解了2位的首饰，以为是10两银子。回到家中给民妇说了后，民妇觉得少了，是以今日让公公和小叔子回绝。等解开误会后，民妇又觉得100两银子有些多了。马青与马向南面面相觑。这个民妇的心理价位是60两银子，66大顺，做买卖就图个顺字。李青青目光明亮，语气自信道：感谢昨日香月斋送了礼物，还为我家人开脱。民妇希望以后能与香月斋多做买卖。那便依你，希望日后双方多做买卖。李青青提笔在纸上写下了咸蛋的方子，写完之后好心建议道：民妇听说世上有一种鸭蛋是双黄蛋，若马老爷能派人找到这种鸭蛋，做成双黄蛋咸蛋，寓意美好，到了新年献给贵人，应是件好事。妙啊！马青双目一亮，心里暗暗夸赞李青青聪慧，便道：你是军士妻子，日后你若遇到难事，可到此让马向南给我传话。谢谢。李青青得到马青的这句话，感觉没要那40两银子应该是对的。县城的街道人来人往，王老头现在看到谁都像是贼，再三对买东西的李青青催促道：青青，我们赶紧回家。王亮已经被王老头派去给刘氏和王志报信，王老头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李青青，生怕他身上的银子被人偷掉了。李青青提着肉，王老头呢提着6大包点心干果，两人仍是花了2个铜钱坐驴车回的家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王亮赶到时，刘氏与王志已经卖掉90%多了，只剩下不到20个。听到王亮带来的大喜讯，刘氏竟是喜极而泣。哎呀，青青这个儿媳妇儿娶得好，我儿王浩真是有福气啊！我们王家祖坟冒青烟了，娶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儿。王志震惊之后乐哈哈的，无奈脑袋的词儿少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：弟妹真能赚钱。当下刘氏就决定不卖饭团了，先和2个儿子每人吃几个，喂饱咕嘟叫了好久的肚子，然后火速回家。昌镇到王村距离20几里，这一路王亮兴奋地不停地说话：娘，我三嫂赚了这么多的钱，我三哥知道了肯定特别欢喜。那是。王亮快步走路，跟刘氏喜滋滋道：娘，我三嫂说要给我们全家买肉吃。好。刘氏已经2个多月没吃肉了，他在用钱上面没有王老头那么抠门，该花钱的就花。王志忍不住咽了下口水，满脸的期待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远远的就闻到了熬猪油的香味儿。许久都没有吃过猪肉的母子3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好在王家跟邻居隔得远，不然这股香味真能把邻居给馋死。王盼娣风一般的从堂屋里面跑出来迎接长辈，呵呵笑道：三婶买了好多猪板油、猪油，我娘正熬猪板油呢。你们回来啦？张氏满脸喜意的走到厨房门口，跟3人打了个招呼。刘氏问道：哎，青青呢？张氏答道：哦，弟妹在后面剁辣椒呢。又道：盼弟和招弟沾了弟妹的光喽，吃了酒席。刚才弟妹又拿了油渣给他们吃呢。我也要吃油渣。
王亮急冲冲地跑进厨房，见灶上放着半盆油渣，锅里半大锅油亮的猪油正在翻滚，伸手就抓了一把油渣，一股脑的全部塞进嘴里，大口的咀嚼，口腔里全是油渣的香味儿，一点都不腻，好吃极了。李青青把半盆的油渣端到堂屋，让家人敞开了肚皮吃。刘氏得知李青青买了10斤猪油、10斤猪渣，压根儿没说李青青奢侈，还笑眯眯的道：我们家青青啊，就是大方，对家里人好。王菊直言道：油渣比酒席的菜还好吃。刘氏笑问：招娣啊，是第一次吃酒席吧？王招娣红着小脸道：是啊，奶，我不好意思夹菜，姑姑给我夹的。啊，对了，还有点心干果。李青青环视了堂屋，没看到，问道：哎，爹，你把点心干果收起来了？对，我收起来放在你屋子里了。老王头吃得满嘴是油，道：你好久没回娘家了，拿点心干果回娘家看看吧。刘氏跟着好心道：你2个姐姐家离我们家远，我让王亮陪着你去。李青青笑道：谢谢爹娘，我是打算过2天去看我姐姐的。这2天好不容易天晴，我得把辣椒都晒干剁出来。王亮看着李青青出了堂屋，跟刘氏挤眉弄眼道：娘，我三嫂肯定是去拿点心干果给我们吃，你信不信？王老头满脸的自豪，看了刘氏2眼，故意道：青青也是的，恨不得把好吃的都给我们吃，他自己都不留一点。瞧瞧，这就是他亲生的儿媳妇儿，多么的大气，对婆家人多么的好啊！王老头挥了手，王菊便带着3姐妹抓些吃的去外面玩。几人边吃边数了数卖饭团赚的铜钱。刘氏仍然给李青青100个铜钱，李青青就收下铜钱，给了王志兄弟王菊几个铜钱，然后笑着道：爹娘，大哥弟弟，我这不是有银子了吗？我打算把咱们家3排房子拆了，在地基下面铺上石灰、油布、防潮，地面砌成砖房，坚固牢实。你们看怎么样？王老头震惊了，问道：啥？砖房？刘氏哈哈大笑，兴奋地猛地推了坐在旁边的老伴的肩膀一下，差点就把老伴给推倒了，笑道：哎呦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家青青要给我们家砌砖房。我们家要盖砖房了。王亮高兴地站起来，直接在堂屋里跑了2圈，这还不够，还跑到外面去跟王菊说这件事儿。要是我三哥回来发现咱们变成了砖房，他一定特别高兴。王志自是欢喜无比。当地天气阴湿，只要是雨雪天，他的腿脚就会隐约疼痛。如果住进地基铺了油布的砖屋，他的腿脚就会好得多。只是盖3排砖房，至少要花20两的银子。李青青问道：爹娘，盖砖房大概需要多少银子啊？不知道砖现在什么价钱。王老头眼珠一转，起身道：我这就去村里打听。刘氏就跟李青青道：看给你爹高兴的，恨不得一夜就把砖房给盖起来。很快王老头就回来了，报了个数额。我问过了，20两银子肯定能盖起砖房。这比李青青预计的要少。他环视家人道：等我把家里的辣椒都剁完，做出剁辣椒，我们家就盖砖屋。李青青这就拿出了20两银子，交给王老头夫妻，让他们着手买砖、石灰、油布、木梁什么的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他吃了一肚子的猪油渣、点心、干果，回到卧房，拿出王后留下来的文房四宝。
画了厨房、淋浴房、茅厕的图。三嫂，我能进来吗？王菊得到了李青青的允许，推门进来了，道：刚才爹娘说，从现在起，全家人都剁辣椒，菜刀不够，四哥去借菜刀了。李青青拍拍脑袋，瞧我这个记性，今天在县城忘记买菜刀了。王菊走到李青青身边，提醒道：县城铁铺比镇里铁铺要贵。哦，那就到镇里买菜刀，先买3把。今天太晚了，明早去买菜刀。李青青要买的东西太多了，便道：明天我去镇里买东西，你去不去？去，谢谢三嫂。次日，天公作美，仍是晴天。今天的早饭仍然是李青青掌勺，她的厨艺最高，全家人都喜欢吃她做的饭菜。辣椒炒肉，半斤绿辣椒切成段，3斤多的五花肉切成薄片，放一点点猪油，锅上冒烟后放入姜片，把五花肉全部放进锅里煸炒一会儿，把肉片炒至微焦，然后放入辣椒、盐，再炒一会儿就好了。吃完饭就分工干活了。王老头夫妻王志拿菜刀剁辣椒去了，张氏带着3姐妹下地摘辣椒。娘，你休息一下再干活。李青青领着王亮、王菊去离王村最近的青鱼镇购物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一进青鱼镇，浓郁的鱼腥味扑鼻，街道两旁摆摊卖东西的一半都是卖鱼的，这是青鱼镇的特色。王亮扭头看到李青青盯着摊子上的鱼在看，问道：三嫂，你要买鱼？这是10多斤的大鲤鱼，1斤8个铜钱。一个皮肤黝黑的卖鱼老妇人指着脚下2尺多长的大鲤鱼，跟问价的王亮大声解释道：哼，小后生，越大的鱼越贵，你懂不呀？我们先转转。李青青不想手里提着腥味很重的鱼去逛街，那得多大味儿啊！3个人便走了。正在这时，从铺铺里面传出妇人的骂声：哼，就你这猎布，给我当鞋底都不配，永远都没人买，你永远卖不出去。李青青面色好奇，紧接老妇人气呼呼地高声道：哼，拿没人要的猎布蒙我，但我是傻子？我家里有钱，我还用买猎布？李青青忙闪到一边，黑胖老妇人跟她擦肩而过。进去看看。新棉布沾了水渍，品质就大打折扣，难怪黑胖老妇人把这样的布叫做猎布。黄脸老头抱怨道：实不相瞒，这些棉布都是今年我从很远的地方收购，加上路途费用，成本一点不便宜。我也是倒霉，遇到汛期，运布的板车翻了，布掉在地上。一匹多少钱？我要是都买了，一匹150个铜钱，如何？黄脸老头神情严肃，高声道：小夫人，你也想得太好，我若这个价钱卖给你，一匹布得赔30个铜钱。黄脸老头仍是摇手：我还在你家买棉花，棉花也不少买，如今非年非节的，谁会像我这样花这么多的银子，一次性从你这里买这么多？哎，卖给你，棉花1斤20个铜钱，你买100斤就是2两银子，加上刚才的13匹布，总共是4两银子80个铜钱。黄脸老头飞快地打着算盘，得出这样一个大的数字，心里竟然激动了起来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嫂子，等我把东西送回家，我再来接你们，你们等着我。王亮兴高采烈，推着堆得满满一板车的棉花和布回家去了。王菊好奇地问李青青：三嫂，你怎么买了那么多的棉布、棉花？马上就冬天了，咱们家10几口人，我2个姐姐家里人口也不少，每个人一件冬衣
1双棉鞋，1床棉被。李青青心里暗觉银子太不经花了，不到1天她就花了24两银子。等下她还得买菜刀、油、糖什么的，还得花钱呀。王亮激动地大声叫道：爹娘，我回来了！三嫂买了好多的棉布棉花，你们快出来瞧啊！王家人得知李青青买来这么多，是给全家人做冬衣冬被的，自是又惊又喜。赶紧把东西都抬到青青屋里去，别放在堂屋里弄脏了。刘氏喜的声音比往日都高了，这个儿媳妇真是太好了。昨天出钱给婆家盖砖房，今天又出钱给婆家添置新衣棉被。王亮跑到厕所解了个大手，舒畅完了，就要急匆匆地返回青鱼镇接人去。已经走到篱笆门了，却听身后传来王老头的声音：我和你一起去。王老头父子出了村后，王家族人的妇人已经结伴去王家给刘氏道喜。李青青、王菊走出青鱼镇不到1里路，就碰到了王老头父子。王老头听到李青青又买了柴刀什么的，忍不住大笑了几声。青青，昨晚我还跟你娘说家里的柴刀炖到切不了豆腐，今天你就买了柴刀。豆腐？李青青听到了豆腐，特别想吃。上次吃还是成亲的第2天吃的，立即道：哎呦，刚才我应该买1块豆腐的。就拿了5个铜钱，让王亮跑去青鱼镇买1块。王亮也馋豆腐了，生怕王老头抠门不同意，接了铜钱，箭一般的就射出去了。王老头跟王菊笑呵呵的道：你去盯着你哥，别让他被卖豆腐的扣秤。我4个那么精，怎么会被骗？王菊嘀咕了一句，还是跟了上去。王老头非得背着背篓，让李青青空着手，两人就站在官道边上等着。王老头慢悠悠地冒出了几句话：青青，王志不是我亲生的，王浩才是我跟你娘亲生的长子。李青青轻声应了一下。这件亲事成亲之前，他娘家人就告诉他了。以前我待王志如亲生儿子，把王志养大，给王志娶了张氏，王志生了3个孙女儿，我也不嫌弃。王老头心里组织着词语，语速比较慢。只是王志和张氏已经有那么多孩子，还不知足，还要生，一定要个儿子才能停。哎，我不能养了王志，还要养他的孩子。王老头2条粗眉毛紧蹙，悠悠的道：王志、张氏2口子私心太重。又道：哪像王浩和你，王浩为了我们这个家不读书去打工赚钱，后来又去当兵，王浩赚的钱比王志多得多，王浩娶你的钱也是王浩自己赚的，我和你娘就是出了摆酒席的钱。王浩是个好人。王老头自豪的道：那是，我亲生的儿子自是好，我亲生的儿媳妇也很好。王老头抱怨道：王志跟张氏都要有4个孩子，王浩跟你连1个孩子都没有，马上家里住砖屋，他们4个孩子都能住上。哎，王浩跟你的孩子还得排在4个孩子的后面住砖屋。爹，您不要多想。李青青为了给一直对她很照顾的公公交个底，道：我的好点子多着呢，日后若是能赚到更多的钱，去镇子、县城盖大房子，到时哪里都有我们家的房子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。闻言，王老头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青青，你给家里在村里盖砖房，我跟你娘都高兴的一夜睡不着觉。你要是在镇子县城盖房子，我跟你娘能高兴的忘记自己姓啥叫啥。李青青莞尔：三嫂，我们回来了。王亮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块豆腐，步子迈得比较小，身后跟着王菊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等4人刚走到村口时，王老头就被在此等候了一会儿的王妻的2个儿子给请走了。五伯，我爹听说你家要盖砖房，还不相信，
特意去你家问了我武伯娘。武伯，我爹说要跟你商量你家盖砖房的事儿。王老头一张老脸都笑开了花了。我正要找你爹，这就去王七家商谈盖砖瓦房需要族人帮忙的事情。李青青走在回家的村路上，凡是遇到他的族人，只要是老人妇人，都对他好一通的夸赞。几十里外的小泉村，乌云密布，天降细雨，眼看着就要降下大雨。被王村人议论的李家全体出动，要赶在雨落下来时收光地里的辣椒。此时李三林正急匆匆地把一筐筐辣椒往家里送。菜地离家里2里路，下了雨，路挺滑的，李三林又是光着脚，已经摔过好几回了。好在都是土路，他又年少，没有摔伤。半个时辰后，突然间天空亮了，几道闪电之后，天空又暗了下来，雷声大响，紧接着暴雨落了下来。李家人浑身上下都被淋湿，像是从水里游出来的。李家的辣椒还差一点，李老头带着家人愣是冒着暴雨把辣椒给摘完了，然后就撒腿往家跑。康氏跑到半路，扭头向身后的李大林夫妻嚷道：“李明！”哎呀！邓氏朝李大林骂道：“哎，猪脑子，你忘了儿子了！”李明在地里哭得快岔气儿了，同岁的李珍在家里的破缸里面哭得惊天动地，雷声都盖不住。天上打雷，再加上破缸放在屋檐下边接了雨水，雨水落得太大太快，已经没过李珍的小腿了，把她给吓坏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李珍的娘明氏心情烦躁，这样的鬼天气在地里干活浑身都湿透了，心情能好才怪。把李珍从缸里捞起来，没有一句安抚，开口就骂道：“哭什么哭？喊冤呐！你爹娘可还没死呢，你哭个屁！”李三林忍不住道：“他被吓着了，你得哄哄他，你太没耐心了。”你有耐心，你哄吧。明氏直接把李珍塞在了小叔子的怀里，转身就回自己的卧房。三嫂，你倒是会派活。李三林也怕生病，也想把身上弄干，可是手里多了个李珍，心里埋怨明氏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，然后无奈的先给李珍收拾身上的水。这时李二林跑了进来，一脸焦急的跟家里人道：“茅厕的屋顶窟窿又大了，天上的雨直接漏下来，这么下去，粪坑的粪水得溢出来了。”李老头朝李二林道：“你去借梯子。”李大林背着张着嘴哇哇大哭的李明回来了。李珍本来已经不哭了，被李明这么一勾，又哭起来了。于是外面暴雨声噼里啪啦，家里2个娃娃哇哇大哭，吵得李家人心烦意乱。李二林把梯子借过来，兄弟3人一起把茅厕屋顶的大洞补了补，又把粪缸浮在表面上的雨水挑走倒掉，一直忙到天要黑下来，暴雨还在下。点个订阅吧。全家人就围坐在火盆边烤火，能够坐下来烤着火歇息，这就是李家人的安逸时光。康氏揉搓着双手双脚的学道，这还是五女儿李青青出嫁前告诉他的，能够活动血液有助长寿的保养方法。道：“不知道辣椒能卖多少钱啊？”李三林已经打听过辣椒的价钱，今年是丰年，辣椒比往年便宜，还是不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家里人吧。缓缓道：“我们家算好的，能抢在暴雨前把辣椒摘回来。”李老头眯眼问：“谁家没把辣椒摘回来？”李三林道：“曲大麻子家，李大头家。”李大林问道：“曲大麻子的腿还没好啊？”李三林用不高不低的声音道：“伤筋动骨100天，曲大麻子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怎么着也得养几10天。”康氏就着火盆的光环视了3个儿子，嘱咐道：“你们兄弟上山砍柴可得小心点儿。”李三林嘀咕道：“要是有把菜刀就好。”邓氏轻哼了一声：“哼，
柴刀，想得美！家里的钱都给你娶媳妇儿了，还欠下债，哪里来的钱买柴刀？他定的媳妇儿胡真是胡村的小女子，长得挺好的。几年前李三林看中了胡真，非她不娶。胡家嫌弃李家穷，要聘礼5两银子，李家给了，这门亲事就成了。李家娶长媳邓氏聘礼是3两银子，二儿媳妇明氏聘礼才2两银子，到了三儿媳妇聘礼竟然是5两。这还不算完呢，2个月前胡家又提出要求来，要李家给胡真打3件套银首饰，这下前后就8两银子。于是李家把给出嫁女儿李青青准备的嫁妆全部扣下，把给孙子孙女买冬衣的钱也扣下，再向长女李红红、次女李兰兰要了点钱，最后向亲朋好友借点钱，七拼八凑打了3件套银首饰送给胡家。明氏粗声粗气的道：不知道胡家还闹出什么破事儿。李二林跟着道：胡家再闹就不娶了，让胡家退银子退首饰，有这钱能娶4个媳妇了。外面的雨声小了，李三林趁着去看雨，站在屋檐下抹泪。他没想到胡家会这么贪心，胡村的别人家嫁女儿顶多3两银子，也不要什么首饰。早知道这样，他就不娶胡真了。等他抹掉眼泪回到堂屋，家人正在商量卖辣椒还债呢。李二林道：明天我去河县找活干，顺便看看青青，她嫁到王家这么久都没回来过。康氏见明氏不吭声，应该是李二林已经和明氏商量过了，道：刚下这么大的雨，山上怕有泥石流，过2天再去。李老头的原配就是被泥石流冲死的，连忙道：后天再去。老两口的孩子多，又重男轻女，对于李二林嘴里提到的李青青听而不闻。还是李大林开口道：不晓得青青在王家过得好不好？肯定比在这里好啊，好许多倍。邓氏的语气有些高亢。王家地多，青青丈夫又是王老头亲生的长子，青青的日子能不好过？闭嘴！李大林一想起邓氏向马上出嫁的李青青要衣服的事情来，就来气，伸手就要打李氏，被李老头瞪眼睛给制止了，放下手来，不再理邓氏，跟李二林道：你帮我向青青问个好。李大林虽然是长子，但是家里的钱上交给了李老头夫妻，他身上没有余钱。外面的雨停了，不过屋檐上还滴着雨珠，明明是一点点声音，却在黑夜里动静特别大。次日是大晴天，空气里的湿气还是很浓郁。李家人等到中午才把辣椒拿出来晒，一半辣椒卖掉，一半辣椒晒干，冬天再卖。到了下午，村里传出了噩耗，李大头的娘掉进茅房的粪坑，溺死了。李大林、李二林已经成过亲，不怕鬼祟，就去帮忙了。半个时辰后，李二林回来了，又把媳妇明氏叫去给李大头的老娘尸体清洗干净，穿寿衣。折腾到了傍晚，李大林、李二林、明氏浑身臭烘烘的回来了，饭都没有吃。不过李大头按照当地的风俗，给了李大林、李二林每人10个铜钱，明氏15个铜钱。康氏从35个铜钱里面拿出8个铜钱交给老头。明天你给李大头一起吃酒宴。当地的风俗，有人去世，特别是长辈去世，家里要摆酒宴。李二林开口道：娘，你给我25个铜钱，明天我去县城还要看妹妹。康氏有些犹豫，明氏就知道康氏要把钱留下来，回头给李三林办喜宴，心里那个气，粗声粗气的道：我跟二林得了25个铜钱呢，二林去河县得走7、80里路，1天都到不了，身上得带钱。康氏只给了李二林20个铜钱，李二林拿了铜钱回到卧房，给了明氏6个铜钱，道：
等我去河县赚了钱，回来给你钱。明是容貌生的丑，声音也不好听，可是很爱李二林，却把这6个铜钱硬塞回给李二林的手里。你路上拿着用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李老头、李二林、李三林挑着几百斤的辣椒出了小泉村，走了10里山路，又过了几座桥，中途还休息了几天。走到筋疲力尽，终于到了镇子。李二林把扁担交给李老头，然后就空着手出发去了河县。如果不挑辣椒，凭着李二林的脚程，1天就能走到王村。可是挑了辣椒，爬山又走了长路，没有力气了，就决定找个地方歇一晚上。他没带吃的，身上的25个铜钱是有用途的，就这么饿着肚子在破庙里睡了一夜。出了破庙，天才蒙蒙亮，他赶紧去江河边上跟认识的渔民买了几条鲢鱼，用草绳从鱼鳃穿过，提着。李二林提着还在挣扎的鲢鱼，跟渔民告别，去了王村。在路上休息的时候，记得王家有几个小孩子，就用比较硬的芦苇和草编了一个草篮，几只草蚂蚱。他把草蚂蚱放进草篮里，一手提着草篮，一手提着鲢鱼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胃里反酸水，终于快到王村了。他又用官道旁边的溪水把脸给洗了，漱了口，还把头发重新用布袋子束起来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王村的村头坐着聊天的几个老村民看到有陌生人进村，立即好奇地问道：后生，你去哪家？李二林打起精神，朗声答道：我去王浩家，我妹妹是王浩的媳妇儿。白胡子老头拍了一下大腿，高声道：李家后生，你妹妹李氏可不得了，艺术高明救人，还赚了大银钱，给王浩家盖了砖屋。哦。几个老人热情似火地给李二林指路，有2个老人抢着给他带路。隔着10丈远就看到盖了一半的砖屋，在周围全是茅草屋的王村显得那么突兀。李二林内心震惊，王家刚娶了李青青，花了那么多的银子，又盖砖屋，这是发财了吗？王老头双手去擦脸上的灰土，谁知道越擦越脏，干脆不擦了，笑道：二林侄子，快到后面院子去坐，我们家托青青的福，再盖砖房。李二林心里更加震惊。王老头激动的道：哦，对了，家里太乱，前2天青青去看娘家2个姐姐，就是你姐姐，估计明后天回来，你就在我家多住几天，等青青回来跟她说说话。李二林痛快地答应了。他没见到李青青，有点不放心，还是见了人之后再去河县做小工。40里外的东村，李红红、庄三虎夫妻已经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厨房干活做吃食了。前2天，李红红的小妹妹李青青带着小姑子、小叔子来看她，送来了很多礼物，做新冬衣、棉被的棉布、棉花，5斤猪肉、5斤猪板油、2斤糖，一些药，还有一门可以传家的厨艺——包子。三虎，把水烧上，多放点水，水要是放得少，锅会烧干的，包子还蒸不熟呢。好。等钱赚多了，我们家就听青青的话，砌上2个灶眼，同时蒸2锅包子，这样就快多了。好。等钱赚多了，送儿子上学堂，我们家说不定也能出个秀才。好，呵呵，要是这样，我爹娘坟得冒青烟了。李红红边往蒸笼里头放生包子，边和庄三虎憧憬着未来。30里外的太镇，临街最东边的人家姓冯，冯家长子叫冯大柱，今年22岁，是个大孝子。爹娘过世后，对4个弟弟妹妹很好，哪怕成亲后也是如此。冯大柱的妻子就是李青青的4姐李兰兰。如今冯大柱是一家之主，李兰兰是当家的主妇。前天，李兰兰的娘家妹妹李青青带着小叔子、小姑子，推着满满板车的礼物来到太镇，特别给李兰兰长脸。
接下来，李青青又传授李兰兰做包子的手艺。从前天晚上到今天，李兰兰已经发了4次面了，还是没有发成功。在厨房里，那个唉声叹气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说我平时做衣服、种地的活儿，学的都挺好的呀，怎么发个面我就是学不会啊？我怎么就这么笨呢？四姐，发面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，你别急。李青青看着个子比她略矮、容貌比较清秀的四姐，柔声道：你别担心，等你学会发面我才走。李青青把面粉放进木盆里面，微笑道：二姐和你都找了个好姐夫。李青青通过观察，觉得2个姐姐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贫苦，但是好在丈夫对她们都是很好的。姐妹2个在厨房做面食的时候，李兰兰的小姑子冯四喜背着李兰兰的女儿2岁的冯金，带着王菊在镇上溜达。冯四喜指着成人手指粗像蛇一样的黄鳝给身后的冯金道：小金子，这是鳝鱼，夏天你吃过的，你记得不？冯金奶声奶气的道：不记得，鳝鱼可好吃了。王菊疑惑的道：入秋了，还有鳝鱼蛙啊？冯四喜一本正经的解释道：天还没那么冷，黄鳝就能出来。今年天气冷得晚。王菊嘀咕了一句，心想着自己今年有新棉衣穿了，冬天怎么还不来呢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正在这时，从不远处的街头传来了妇人的尖叫及男子的怒骂。蛇啊！痛死了！毒蛇咬人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冯四喜吓了一跳，叫道：哎呀，有毒蛇咬人了！不是毒蛇，这里是镇子，不是山林，怎么会有毒蛇呢？王菊常在自家菜园里看见水蛇啊、土蛇，就是那种无毒的蛇，胆子大得很，竟是跃跃欲试，道：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冯四喜脸色惊恐的道：不去。蛇死了！那个妇人胆子好大呀，把毒蛇打死了。王菊道：蛇已经死了，不能咬人。四喜，走，我们过去瞧瞧。3个小孩还没走到跟前儿，就听到人群里传出男子悲伤的嚎叫声：好痛啊！我被毒蛇咬了，我会死，我活不过今天了。有老妇人大声道：哎呀，后生，你别哭，快去药铺找郎中给你解蛇毒。仍是那个男子哭道：没有银子。有那热心肠的人要把被毒蛇咬的男子搀扶着朝药铺去了，跟围观的人道：快让让，救命要紧，先去药铺找邓郎中瞧瞧。有人语气紧张地问道：哪里来的毒蛇？瞧，就是那条毒蛇，它那么小，竟然还咬人。那是什么毒蛇？一直在农村生活的王菊蹙眉摇头道：好像是竹叶青，这种蛇的蛇毒很厉害哦。对，这是竹叶青蛇。唉，卖青蛙的人真是命苦，竟被竹叶青咬了。哎，有没有认识卖青蛙的人？去给他家报个信儿。嗨，这好歹也让他有个送终的人呢。我知道卖青蛙的人家住在田锦村，我这就去报信。一个卖青菜的灰白头发的中年妇人，摊子也不管了，这就要去田锦村。都是穷苦人家，都很不容易。卖青蛙的中年汉子出了事儿，大家能帮忙的都伸手相助。王菊气喘吁吁跑回了冯家，一进门就大声道：三嫂，不好了，卖青蛙的人被竹叶青蛇咬了，药铺的邓郎中说救不了，还说县城的郎中也救不了，让卖青蛙的人去襄城。襄城那么远，卖青蛙的人会毒发死的。冯四喜背着冯金跟在王菊的身后，边抹眼泪边道：卖青蛙的人家里有5个孩子，
他要是活不了了，5个孩子就没有爹了。正在教李兰兰发面的李青青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，肃容地问道：被蛇咬的人现在哪里？镇里的药铺门口。王菊急道：他没有钱去不了襄城，邓郎中怕他毒发死在药铺，就让他待在门口等他的家人。妈呀，竹叶青被竹叶青咬了，这人是活不了了。他取了药丸，手都顾不上洗，就让王菊带路去救人了。有人问道：襄城的郎中能不能解竹叶青的毒啊？邓郎中目光黯淡，摇头道：据我所知，竹叶青的毒无人能解。再说了，襄城离我们太镇近100里，那么远的路，就算骑马过去也得2、3个时辰。竹叶青的蛇毒发作的又快又急，中毒的人哪里活得了那么久？众人跟着摇头感慨。猛然间听到有个清亮的女子声音：毒蛇咬的伤口在哪里？卖青蛙的人抬头见是一个容貌十分清秀的少妇。这少妇是谁呀？怎会关心他呢？答道：右脚伯。李青青高声道：抬起右脚，让我瞧瞧你的伤口。卖青蛙的人依言行事，把右脚抬了起来。李青青先取出药丸，让田宝内服，再给田宝3粒药丸，让他从明日起每日服1粒，去除余毒清火。田宝已经不掉眼泪了，跟李青青千恩万谢道：伤口没那么痛，我好多了。哎呦，这女郎中啊，真是厉害，救了卖青蛙的人一条命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我们太镇不用死人了。菩萨保佑，卖青蛙的人遇到女郎中。李氏啊，这位女郎中是你家亲戚？有人向李兰兰打听，李兰兰不再纠结妹妹怎么突然间就会医术的事情，自豪的道：是，她是我妹妹，亲妹妹。李青青在众人欢呼称赞声中跟田宝道：今日你不要步行，你家人要是来了，让他们抬着你回家。有人问道：女郎中收药费多少钱？田宝竖起耳朵听着，哪怕药费高达几两银子，需要他卖田卖地，那也得出这笔钱，毕竟没有药他就死了。李青青目光坦然：我给病人瞧病，没有固定的诊费药费，病人家境好就多给，要是家境不好就少给，或是不给也行。之前他在王村给村里的人看病的时候，那些人都是穷苦老百姓，没有收过他们的钱，他们倒是不好意思白看病白拿药，纷纷送过来菜呀、蛋呐、果子什么的来感激。我说，你可真是大胆，你的药可真灵啊，一下子就把田宝的命给救了。李兰兰一路走一路说，激动得不得了。冯四喜也跟王菊道：你嫂子真厉害呀。王菊自豪的道：我三嫂在我们村医好了不少人。等回到家中，李兰兰把李青青拉到卧房，关上门窗。你快说，哪里学的医术？王浩留给我的医书。李兰兰惊诧地问道：妹夫有医书？李青青眼帘低垂：有，还有好些别的书。我原本识的字不多，这几个月没什么事做时就看书，看着就慢慢懂了。李兰兰好奇地问道：发面包子也是从书里看来的？是。李青青继续编。李兰兰突发感慨：怪不得说女子不能多读书，原来女子读书比男子厉害。男子是怕我们女子读书懂得太多了，就不让我们女子读书。是。李青青咯咯的笑：姐，你真聪明，居然想得这么通透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过了许久，去县城干活的冯大柱、冯二柱、冯三柱和王亮回来了，4人天不亮就出了门，黎明时赶到县城。
给一家居民砌厨房、杂房，一直干到快要黄昏才干完，总共得了18个铜钱，还不管午饭。李兰兰把厨房的热饼子、热汤端到堂屋，让4个大小男人吃了，然后回到厨房。堂屋里的4个大小男人已经累得前胸贴后背，狼吞虎咽吃着发面失败做的死面饼、青菜汤。冯大柱干了1天的活了，累死了。吃完了1个大饼，方有机会夸赞道：“真好吃啊！”王亮也是极少吃面食的，却挺爱吃，道：“我三嫂说这是有些失败的葱花发面饼。”冯三柱他的性格比较活泼，大呼小叫的道：“啊，这还失败？明明很好吃啊！”王亮嘴里都是香喷喷的饼，说话有点含糊不清。我三嫂厨艺高，要求很高。这时外面传过来敲门声，冯三柱不得不放下饼子去开门。原来是田宝跟他的家人过来谢恩。田宝的爹娘、媳妇儿2个儿子都来了，给李青青磕了头，把1篓子的青蛙放在了门里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冯大柱便道：“你大嫂没学会做发面，你青青姐还得在我们家多待几天。蛙子活不了那么久，不吃掉他们干啥？”你们以为做面食跟砌房子一样简单啊？哼，这也就是我，别的人学一辈子都不会的。李青青张口便道：“那是，我姐说的对。”李兰兰早就跟李青青说过，做面食的厨艺只有她学，冯家别的人哪怕是冯大柱也不能学。等我学会了做面食，每天做很多，到时候呢，你们兄弟就不用去县城里做工那么累了，就卖我做的面食。李兰兰再次提出了这个想法，冯大柱却道：“先试试。”李青青知道冯大柱有所顾虑，便道：“我大姐、大姐夫已经做起面食买卖，姐夫，你可以去我大姐家打听一下。”李青青道：“我跟大姐、大姐夫说好的，他们家在九曲镇卖包子，明天一大早，姐夫可以从这里出发，直接去九曲镇，这样能少走几里路。”半夜，冯大柱悄悄地起床，连早饭都没有吃，就提着青蛙肉走出了家门。天公不作美，黎明时秋雨飘飘，好在冯大柱出门的时候带了雨具，打着破了2个小洞的油纸伞，走在湿滑的官道上，一步一步朝九曲镇前进。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小雨变成了中雨。官道上行人不多，他不禁自语道：“下雨天出门的人少，吃食买卖能好吗？”这时不远处的街尾传来男子气愤的声音：“你叫唤什么？昨天我就跟他订好了，买80个包子，还交足了定金。你要想多买包子，提前跟他订就是。现在跟我嚷什么？”另一个男子声音也不低：“你提前订了，怎么不早说？你早说我就不说什么了。”仍是刚才那个男子高声道：“闪开，我要拿包子。”有个妇人埋怨道：“买包子的，我说你啊，怎么今天只卖这么点包子？你不知道下雨天人懒得做饭吗？”又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，听起来这是卖包子的人。“哦，大姐，一切都是我的不是，我以为下雨天主顾都不愿意出门，就让我媳妇儿少蒸包子。”众人纷纷道：“你家包子好吃，下次下雨天多蒸些。”有人问道：“哎，今天包的是什么馅的？”“茄子辣椒猪肉，我媳妇儿说不能总是黄瓜辣椒猪肉馅，就换了个馅。”冯大柱刚才不敢确定，这会儿听了卖包子人豪放的大笑声，没错了，就是庄三虎2个李家女婿在雨中见面了。冯大柱给庄三虎搭了把手卖包子，一会儿板车里的3大箱包子就全部卖光。冯大柱等人散去，把憋在心里好一会儿的问题说了出来：“姐夫，卖包子赚不赚钱？”庄三虎忍不住昂天大笑，这若是别人问他，当然不能实话实说了。冯大柱大喜，又细问了成本以及利润，然后就被利润之高震惊的张大了嘴巴发愣。从这刻起，
冯大柱把去县城做工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，然后全心全意地想着做面食的买卖。他跟庄三虎打听了笼屉、箱子什么的。妹夫，我会做笼屉，我家的笼屉就是我做的，你跟我回我家，你不用买笼屉，等我下午做好了，你直接带回去。上锅的大笼屉要是买，哪怕是在村里也得好几个铜钱一个。冯大柱连声道谢。冯大柱在庄稼吃了有青蛙肉、猪肉的丰盛晚饭后，背着笼屉，提着豆角、大南瓜就回到家里去了。这一趟真是没白来，吃了一顿好的，得了笼屉还得了菜，最重要的是亲眼目睹了面食的买卖有多么红火。他内心激动啊，憧憬着未来，走在泥泞的官道上也不觉得心烦了。不知不觉，冯大柱走到了家门口。几个时辰出门前还觉得做面食买卖有成本，还不稳妥，不如在县城做工。现在的想法截然不同。就在这时，厨房传来李兰兰十分惊喜的笑声：“啊，成功了！我终于会发面了，太好了！这是我发的面蒸出来的馒头，啊，甜馒头！我真是太厉害，太能干了！”还有李青青清亮的笑声。是啊，姐，你不是一般的厉害能干，你是太厉害、太能干。李兰兰满脸笑容问道：“哼，你这是从哪里回来啊？县城吗？你把我的笼屉都买好了？咦，不对啊，你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呢。”我从姐姐家回来，我没去县城。这笼屉不是我买的，是姐夫亲手做的，送给我们家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李兰兰怕雨天卖面食吃的人少，蒸出来300多个包子，只让冯大柱兄弟3人拿去了200多个卖，其余的准备送给李青青带走。早晨雨变小了，李青青看着放在地上的满满背篓的包子，忍不住道：“四姐，你给我的包子太多了。妹妹，你婆家人多，又正在盖房子，你用包子去招待帮忙盖房子的人吧。我家没有别的东西，也就这包子能拿得出手了。这包子还是你教我做的呢，你就别不好意思了。”李兰兰很想李青青能多留几天，可是李青青已经嫁人了，婆家又正在盖房子，不好在娘家多待。秋雨绵绵，一辆驴车从泰镇出发，前往九曲镇。官道的路坑坑洼洼，坐在驴车上边颠簸得很，不过这比步行要快多了。黄昏前，李青青的骨头架子快要被颠散了，终于抵达了王村。连着3日大晴的王村，村路的地都是干的，没有泥泞，走在上面不会弄脏草鞋。家家户户趁着大晴天都把被褥拿出来晒，这个时辰正好收回去。有几个王族人站在自家院子收被褥时，看到了李青青、王亮、王菊，均是高声地打着招呼：“王亮啊，你们这是从哪里回来啊？”王亮笑呵呵道：“我和我妹妹跟着三嫂去我三嫂娘家了。”“你们走了好些天呀，你三嫂娘家远不远？”王亮大声答道：“跟去襄城差不多远。”“你家的砖屋都盖好一排了，一家人呐都住上砖房啦。”王亮一下子激动起来，跟李青青、王菊道：“我们家的砖房盖好了。”“倒是盖得挺快。”此时盖房的人已经收工了，正围在厨房门口领晚饭。众人看到李青青3人，均是热情地上前来打招呼：“王亮、王菊，你们这一走就是好多天，你家的砖屋都快盖好了。”“王胖醒了，这小子跟着他三嫂回娘家吃香喝辣。”“五妹。”李二林的声音最大，他身上脸上都是灰，手里拿着空空的大海碗，看样子还没领到饭菜呢。李青青看到娘家人，十分惊诧：“三哥！”李青青没想到李二林走了70里路到王村来看他。李二林上下打量着李青青，见他穿戴的比在李家的时候强多了，气色也好了很多，可见他在王家的日子过得挺好的。这下子他心里彻底的踏实了，笑眯眯的道：“我来你家5天了，
我是想到河县做工的，你家离河县近，我就来你家看看你。闻言，李青青放下心来道：抱歉啊，让三哥久等了。没事，我在你家好吃好住，挺好的。李二林空着手摸了摸脑袋，没想到李青青会道歉。要知道李青青会识字，清高得很，以前从来不低头。主母刘氏得知三人回来，也不分菜了，拿着木质的饭勺从厨房门口冲出来，嗓门又高又亮，很是激动的道：青青啊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家的砖屋都快全部盖好了，这排砖房我们都住了2晚了。李青青迎上前微笑道：娘，这些天我不在，你跟大嫂做饭干杂活辛苦了。哎呦，做饭才不辛苦啊。又道：青青啊，前几天你哥哥就来了，见我们家盖砖房，你哥哥就一直帮我们家干活呢。啊，三哥辛苦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李二林摆了摆手道：哎，不辛苦，我干不了精细的活，也就有把子力气，搬个砖头和个泥巴。青青，你哥哥拿了好些鲢鱼过来。哎呦，你哥哥的手啊巧得很，用草做的虫子、篮子，你做什么像什么。我没那么好。李二林得到了亲家的夸赞，微笑不语。通过这几天干活，王家人淳朴善良，没有那么多事情。哥哥太客气了，下次不用破费买东西。李青青对于李二林带来的礼物给他做了面子，心里挺意外的。王亮将背篓放下来，激动地附在刘氏的耳边小声道：我三嫂的姐姐送给我三嫂好多包子。刘氏眼睛一亮，之前听李青青说过包子这事儿，说有多么好吃，刘氏一直没有吃过，这回竟是李青青的姐姐送的包子。李家又是送鱼又是送包子的，真是大方。你们回来就好。王老头见亲生的女儿儿媳妇儿，高兴的连饭都不吃了，过来道：青青，你娘给你和你妹妹留了一间房，你们凑合住几日。好，我听娘的安排。王志一家人过来跟李青青说话，王盼弟三姐妹跟李青青亲热的恨不得抱她的大腿。点个订阅吧。拿出来的包子除掉分给王族人的包子外，还剩下68个。刘氏非常大气，直接把热好的包子分了18个给李二林，催促道：这可都是你妹妹亲手包的，你快吃。李二林张大嘴，2口就把一个包子咬进嘴里，一口气儿连着吃了3个，差点噎着。包子真好吃啊！李青青笑道：这包子是四姐一个人包的，我没帮她的忙。要是她在场听到你的夸奖，肯定会高兴的。王亮看着家人吃包子，他自己一口米饭，一口黄瓜炒鸡蛋。嗨，这黄瓜炒鸡蛋水乎乎的，像煮出来似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这菜肯定是亲娘刘氏炒的。抬头道：红红姐，兰兰姐做的面食都是跟我三嫂学的，我三嫂可能干了。王菊跟着道：三嫂教会红红姐、兰姐姐做包子、糖馒头。红姐姐、兰姐姐家把包子、糖馒头卖到镇子、县城，挣到钱。王亮继续道：我跟着冯家3个哥哥卖了一回糖馒头，买卖好得很。包子买卖好，那可太好了。王老头正发愁呢，家里这开销这么大，以后李青青把钱花完了可怎么办？这下好了，李青青可以做包子卖呀。刘氏心道：青青一直说卖剁辣椒呢，怎么没有卖剁辣椒？又弄出包子来，这包子跟剁辣椒哪个买卖更好啊？王志心里为李青青又想出包子的买卖而高兴呢。大家吃过了饭，张氏去洗碗，王志去烧水给李青青3人沐浴。王老头夫妻则是以收拾院子里的工具的名义离开了大堂，好让李二林兄妹说话方便。李青青给李二林说了2个姐姐家里的情况。你在王家过得挺好，只是你用钱太大手大脚了，你把钱都花掉了，回头你跟妹夫有了儿女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李二林又怕说重了，李青青生气：能花就能挣。李青青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，知道李二林只是关心她，
微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努力挣钱。”卖包子真的能赚很多钱？李青青答道：“太多的钱赚不到，养家糊口是没问题。三哥，你不是想到河县做工吗？明天就去河县吧。要是找不到住宿的地方，晚上就来我家。做事有始有终，我都跟着你婆家的人砌了好几天房，还是等房子盖好再说。”李青青心里有些感激。我家盖好砖房后，准备卖包子。到时你帮我家卖包子，我每天给你工钱，管你食宿。你放心，我给的工钱肯定比你在河县做工多。李青青问道：“三哥可是不愿意？”我是想跟你学会做包子去外面卖，我不在你婆家附近卖，会在远些的地方卖，绝对不会影响你婆家的买卖，我也不会影响到二姐兰兰家的买卖。我就是想挣点钱养家糊口。做包子买卖可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。二姐家是她和二姐夫，四姐家是她和四姐夫三兄弟，你只有一个人。再说了，二姐、四姐的家离镇县都很近，你的家在小泉村，光是山路就有10几里路。李二林嘴唇微张，竟然无言以对。李青青语重心长的道：“没有本钱，没有人，家也不在这里。我建议你先跟着我卖包子，观察一些日子。如果买卖不赔本，买卖一直很好，那你就下定决心做包子买卖。到时你的本钱也应该有了，够在县城或是县城边上的村子租个房子，再把三嫂和孩子接过去，你跟三嫂一起做包子买卖。”岂料李二林见的世面太少，一时不敢答应，道：“妹妹，我得好好想想。”点个订阅吧。王家砌了砖屋，连茅房都是砖屋的，还砌了水井。这些事情通过王族人的嘴巴一下子传到了10里8乡，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些话甚至传到了香月斋。掌柜马向南去襄城香月斋总店进货时，见到了马青，顺便说了一嘴：“李氏把钱拿出来给王家盖了新房，还打了口水井，李氏可真是个好的。”马青有些感慨的道：“若是所有军人的媳妇儿都能像李氏这般，把后方弄得十分安定，让军人在军营安心训练，上了战场也没有后顾之忧啊。”马向南点头道：“爷说的极是。日后李氏若是有事找你，你办不了就来找我。”马青语气对李青青带着2分尊敬。是。马向南心里替李青青高兴。马青又跟马向南说了几件事后，兴致勃勃地去了库房。当马向南看到库房里面几百口装满咸蛋的大缸，有些震惊道：“这么多咸蛋！”马青笑容俊朗，一挥手：“腊月有些晚了，过几天就卖，从襄城一路往北卖过去。”老爷高瞻远瞩，一株咸蛋买卖兴隆红火，卖遍大江南北。若能如此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马青仰天哈哈大笑，秋高气爽，艳阳天。王村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。王家新盖的新房院子里站满了王村的人，王老头正带着全家人在祭拜祖先。穿着灰色的新衣新裤的王老头仿佛年轻了10岁，在他旁边的是穿着崭新蓝色衣服的刘氏。老两口的身边是王志夫妻，李青青、王亮、王菊，最后一排的是王盼娣3姐妹。王老头一脸严肃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仿佛已经去世的亲人能听到他说的话。王村的土地神保佑，王家的列祖列宗保佑，我们王家盖了新砖房，今天正式入住。刘氏高声道：“祖宗保佑，我家住进新房，人畜平安，家和万事兴。”王志夫妻不约而同的嘀咕：“保佑我头一个儿子。”现场的气氛影响到了李青青，她也在心里默默念叨，希望王浩在军队平平安安的。仪式结束后，8仙桌上的吃食全部被收走，等会儿会吃到活人的肚子里。刘氏拉着一个戴着木头簪子的中年妇人问道：“哟，你瞧瞧，我的新裙子脏没脏？”
中年妇人一脸羡慕地望着刘氏的新衣裙及崭新的西钗，摇了摇头道：没脏，你家的院子扫得那么干净，比我家的屋子都还干净呢。你的衣裙没有脏。今天我家摆宴，我得招呼客人，我就说别穿新衣服，别弄脏了，老头子非要我穿。刘氏满脸的喜意，今天是王家答谢王族帮忙盖房摆宴的日子。在厨房掌勺的也是李青青，帮忙切菜的是王志、李二林，洗菜的是张氏的爹哥哥，端菜的是从婆家赶过来道贺的王浩的二姐王月，张氏的侄子。王家人多力量大，办酒宴自家就能搞定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很快8大碗陆续的端上来，清一色的大海碗，所有的海碗都是冒尖的菜。王族人一个个吃得满嘴是油，都顾不得说话了。李青青又让家人给离席的族人每人送一个糖馒头，一个芹菜猪肉的包子。得到赠送的王族人个个一脸的惊喜，没想到吃到非常丰盛的酒宴，还有面食可以带回家。王亮笑呵呵地跟族人道：谢谢你们家帮我们家盖房，我三嫂说做点面食给亲戚尝尝鲜儿。2轮酒宴过后，已是未时2刻，王族人都走了，客走主人安，王家一下子安静下来。不过王家人收拾桌椅送还，洗碗扫地，一大堆的活要干呢。王月把正在归置厨房的李青青拉走，道：青青，你忙了好久了，快去休息，这里我来。李青青觉得王月有关心她的心意就行了，柔声道：姐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快去跟爹娘说说话，爹娘时常在我面前说起你。嗨，我今天不走了，有的是时间跟爹娘说话呢。要是把你累坏了，三弟回来看到你瘦了，可得心疼坏了。刘氏已经换回旧衣服，风风火火走至，高声道：青青啊，你去歇歇，厨房我跟你二姐来收拾。王月催促道：快，你听娘的话。啊，那就辛苦娘和二姐了。李青青做了2轮酒宴的饭菜，不累才怪，便不客气了，就此离开了，给刘氏母女说话的空间。点个订阅吧。王月环视了四周，没有别人，小声道：娘，我让弟妹给我瞧瞧，我能不能怀孕？刘氏笃定道：你肯定能怀，你肯定没有问题的。见王月沉默下来，又道：我生了你们兄弟姐妹5个，你处处随我，怎么可能不能生？那边李二林特意把李青青叫到第2进的院子里，道：好妹妹，我想了几天，觉得你替我想得很周到，我就听你的安排，先跟着你卖包子。好，等过些日子你有了本钱，我教你做包子，你学会就到小泉村那边的县城租房子卖包子。李二林主意已定，不再多言，见李青青满脸的疲惫，就让她去歇息。李青青推门而入，环视着属于自己夫妻的砖房，心里小小的满足了一下。家具太少了，连个梳妆台都没有，书也太少了，没有驴车代步，银子快要花光了。自言自语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间门砰砰作响，门外传来一个妇人无比焦急的声音，大声喊道：青青，快起来，你快起来救人！李青青从梦中惊醒，问道：娘，怎么啦？刘氏停止拍门，大声叫道：哎呦，出人命了！赵氏在家里上吊，赵氏断气了，你快起来救救他！别让人动他，我这就过去。李青青面色大变，一咕噜爬起来，赶紧穿衣穿鞋，头发都顾不得梳，就这么散乱地冲出门去。一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从刘氏的身后冒了出来，哭着央求道：婶婶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娘！快走，我去你家。刘氏跟在李青青后面小跑着，边跑边嚷道：
哎呦，日子过得好端端的，赵氏竟然上吊，可怜四叔三兄弟还这么小啊，真是作孽啊！此时已是黄昏，王七家的院子内外已经站满了人，男女老少都有。快让开！他直接上了床，跪坐在赵氏的身边，把赵氏的头略微抬起，就是在赵氏的脑袋后边放了个枕头，然后深呼吸一口气，送进了赵氏的嘴里，进行人工呼吸。李青青救人的方式匪夷所思，不过众人都对他十分信任，没有一个人出来询问。好一会儿，李青青已经累得腮帮子酸痛，无意中看到赵氏左手的2根手指动了动，心里一喜，赶紧对赵氏进行胸外心脏按压。王月问道：青青，要不要我帮忙？李青青抬头看了一眼王月，有气无力的道：二姐，你来，像我一样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李青青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。赵氏终于轻声咳了一下，李青青赶紧让王月停止人工呼吸，然后给赵氏检查。他气息恢复，脉搏也有了，就是有点弱。李二林左等右等，终于看到李青青从卧房里走了出来。大黑天的，借着月光也看不清楚李青青的表情，问道：青青，你怎么样？累坏了吧？李青青刚才就听到李二林在外面说话，得知他一直守在外面，心里一暖，道：我还好，就是有些饿。走，我们回家吃饭。刘氏上前来，紧紧地握住李青青的手。王家人用过晚饭，李青青去沐浴，然后换了干净的衣裙，准备去王七家。刘氏和王月主动相陪，王菊也想跟着去，被李青青给拦下了。刘氏走出篱笆门，低声道：等会儿他们家要是吵起来，我们就走。王家人以为3个人要待很久才能回来，没想到不到1刻钟人就回来了。王老头担忧地问道：怎么样？刘氏面色有些激动，道：王年回来就给赵氏跪下赔罪，王珠也跟着来了，一个劲替王年向赵氏道歉，还说这次来的匆忙，下次把家里的鸡拿来给赵氏和四叔三兄弟吃。赵氏娘家也来人了，跟着劝赵氏不要寻死。赵氏已经不哭了。青青看赵氏好多了，就不多留，我们就回来了。王月道：看样子赵氏是想通了。王老头王亮不约而同的道：好，这样就好。张氏缓缓的道：我明天去看看赵氏。刘氏道：明天你去吧，大家都劝劝赵氏，让他往好里想。李二林关切的道：妹妹你累了，快去歇歇。大家都累了，让你去休息吧。点个订阅吧。次日，李青青安排王亮和王志去县城买面粉、糖什么的，顺便给香月斋送2坛剁椒，又请李二林帮忙做蒸笼。剁椒经过1个月的腌制，已经很香了，用来蒸鱼头、炒鸡蛋、炒肉、炒菜什么的都很好吃。王志兄弟领了任务，到了县城，第一件事情就去香月斋把剁椒送上。正好马湘南在场，收了剁椒很高兴，道：我们东家去了北方，等他回来，我把东西交给他。王志兄弟要走时，马湘南一把拦住了，让小二赶紧去包点点心、干果，语气诚恳的道：饮水思源，我们东家谢谢李氏出让金玉满堂的方子，只因东家去了北方，没来得及答谢李氏。这回李氏有了新鲜吃食又送过来，对香月斋看重的很，我替东家谢谢。这点点心不算什么，你们拿去给李氏吃。王志兄弟怕拿了被刘氏骂，坚持不拿。马湘南就道：你们要是不拿，我就让他跑一趟。小二笑呵呵的道：好哥哥，好弟弟，快收下，这样我就不用跑一趟，谢过了。王志兄弟见马湘南这般的诚恳，只有收下。马湘南等2兄弟走后，把2坛剁椒拿到内院的大厅，打开坛子，又闻又瞧。中午就让小二去厨房
按照王志兄弟所说的做了一道剁椒炒鸡蛋。马向南将剁椒炒鸡蛋一扫而光，望着空盘子，发现自己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。剁椒炒鸡蛋可真下饭，自语道：这剁椒是怎么做的呢？又道：可惜东家去了北方，不在襄城。不过那俩兄弟说剁椒能存放很多天，我正好看看这个剁椒到底能存放多久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王村王家崭新的专务大厅里高朋满座，地上放着王七家、赵家送来的礼物：5斤鸡蛋、5斤猪肉，一篮子黄澄澄的橘子，还有一只绑了翅膀、双脚拉了一泡屎的灰鸭子。王老头心里高兴得很，暗道：我亲生的儿媳妇是真有本事啊，又有人给她送礼物了。面上却不显，道：都是一个家族的亲戚，你们还拿这么多东西过来干啥？太客气了。王七长叹了一声，感激道：若没有好侄子媳妇出手相救，我那3个孙子就没娘了。刘氏跟眼泪汪汪的赵氏娘道：哎，莫哭，儿女啊，就是咱们的债。赵氏娘感慨道：哎呀，我这个女儿啊，从小就想得多，还爱生气，这心眼儿啊比针眼还小。我寻思着她嫁了人了，有了儿子会好一点。哎呀，谁知道她还是那样。刘氏道：这就是一念之间的事，以后我们啊多劝劝她。客人走后，王老头忍不住乐了，道：我们家新房刚盖好就有人送礼，这是好兆头。王盼弟姐妹蹲在地上看鸭子。王村有人养鸡，倒是没有人养鸭子。李青青见3个小孩子很喜欢鸭子，又想着鸭蛋呢营养价值高，常吃对身体好，道：娘，这只鸭子就留下来，回头我再买几只小鸭子交给盼弟养，等过年再杀了吃。王月提醒道：家里要是养鸡养鸭，就得养条狗的，不然黄鼠狼、狐狸都会来偷吃。那就再养一条狗看家。李青青见王老头一脸的纠结，浅笑道：全村就我们家是专屋，怕招来贼，我们家还是养条狗看家好。青青说的对，点个订阅吧。王家添了一名叫做波拉拉的小狗崽儿，最开心的是3个孩子。等吃过了中午饭，心事重重的王月把李青青叫到娘家，特意给她留的新卧房里。好妹妹，我和周彤成亲6年了，我一直没有怀过身孕，你给我瞧瞧，我身体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姐，你上次月事什么时候来的？哪一天还记得吗？李青青一边问一边把脉。王月想了想，10日前来的。气呼呼的道：我若说该死的周彤不能人道，不能让任何女子怀孕，这几年你不能怀孕压根不怪你，责任全在他，你信吗？王月无比的震惊，一下子失神了，便连李青青后面怒骂周彤的话都听不到了。李青青愤怒道：姐，周彤他自己什么都知道，却故意骗你，你不能再跟周彤这个王八蛋过下去了，你会被周彤跟周彤的娘折磨死。王月显然没反应过来，目光迷茫，喃喃道：他不能人道，怎么还要纳妾呢？什么？周彤还要纳妾？他一个木匠纳什么妾？李青青气得想要砸墙了，看到王月没有哭也没有恨，心里真是替他着急呀，道：姐，你快告诉娘去，让娘给你做主。王月急道：不，别告诉娘了，不要让娘为我的事情难过。李青青挑眉道：我以为你是聪明人，原来你这么傻。你以为周彤对你不好，周彤娘对你不好，娘就不知道吗？娘一直为你难过几年了。
周彤不能人道，他自己明明知道，却让你背上不能生育的臭名声，让他娘折磨你。娘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难道眼睁睁的看着周彤母子折磨你？你要是还想跟周彤过，娘会被你气死。一番话把王月从迷茫中骂醒了，失声道：我糊涂了，是我犯傻了。李青青气呼呼的道：想想你在娘家过的日子，再想想你在周家过的日子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王月泪流满面，坐在床边哽咽道：我要是把实情告诉娘，娘会怎么样啊？李青青长叹一声：娘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都多，娘自然是给你想出最好的解决办法。好，我去找娘。刘氏得知事情的经过，丝毫不怀疑李青青的医术，震惊愤怒之极，气得差点当时就冲到周家暴打周彤母子。王月想到这几年在周家过得憋屈委屈之极的日子，懊恼至极，跪在刘氏脚下痛哭道：娘，我错了，我当年错了，我不该不听你的话，我不该嫁给周彤。刘氏心疼无比呀，一把就抱起了王月，一边咬牙切齿，一边流泪道：周彤这个牲畜连骡子都不如，他欺辱你善良纯真，把你骗得团团转，他把你当挡箭牌。还是这个老刁婆子心肠黑透了，搓磨你，根本不把你当人看。娘给你做主，你跟周彤和离，今天就和离。姐姐，你看，我就知道娘最疼你，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点个订阅吧。次日一早，周彤刚起床开门，就见小舅子王亮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，地上放着一个竹篮。姐夫，我家要做面食买卖，需要你做一些木器。我爹说请你到我家去说话，这是我家做的包子，我姐拿了20个包子让我带来给你和海姨吃。周彤不想去王家，只是看在包子的份上，方道：我做木器费功夫，多少得收点钱。行。海氏吃的时候不吭声，等吃完了就翻脸不认人，对着王亮冷声道：你姐姐嫁到我们周家7年了，连个蛋都没生，亏我们周家对她这么好，你回去告诉你姐姐，让她回来拿200个包子，不然我们周家就休了她。要是以前，王亮早就忍不住回嘴了。周彤一直跟人话就不多，吃好了洗漱完，带着工具就跟着王亮出了门。周彤去过许多有钱的人家做家具，站在王家的砖屋面前，特别是那口水井，心里十分震惊，都没注意到王家人的神色不对，更没有发现被家当作驴使唤的王月也不在场。砰的一声，堂屋的大门关上，王家的3个男人凶神恶煞地扑了上来，将周彤打倒在地。周彤惊慌失措地叫道：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王志力气很大，一个人就把周彤死死地摁住，不能动弹。王老头上手就脱掉了周彤的裤子。王老头黑着脸道：1寸长，筷子细。王亮一拳又一拳地打在周彤的小腹上，怒道：王八蛋，就你折磨我姐姐！王老头一下接一下地踢周彤的大腿，气道：我把王月好生生养大，你跟你娘就这么糟蹋她？王志嚷道：拿绳子绑了他打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李青青一直站在门外，就怕家里人气晕了头，把周彤给打死了，那可是要偿命的，连忙道：娘，留他性命。他这边说话，里面的人已经气疯了，哪里停得住啊？还是李二林冲进去把他们给劝住了。就你这软样还想纳妾？说，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家月？让他先签了和离书。该刀杀的王八蛋，不能就这么放过你！老娘恨不得把你剁了扔河里喂王八！
周彤被王家人的疯狂暴力给吓坏了，为了保命什么都说了，然后乖乖地签了王家早就准备好的和离书以及赔偿银子的条子。王老头去请王七过来，让王七以族长的身份出面，调上10几个族人，这就带上周彤、和离书、条子去了周族。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去了封村的周族。刘氏从进村口就开始大骂：海氏，你这个老妖婆，赶紧滚出来！你知不知道你养的周彤是个没有卵蛋不能人道的东西，你还当周彤能给你生孙子？我呸！你做梦去吧，赶紧拿3两银子来，不然我们家告上官府。王七板着脸指着看热闹的周族人道：叫你们族长来，让他亲眼瞧瞧周彤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周彤家里家外站满了人，周族的族长如临大敌，匆匆赶了过来。海氏已经被刘氏和封氏几个妇人打得披头散发，满脸的手指印，外衣都被撕破了。周族族长气愤地大骂道：王氏跟我侄子成亲几年，都不知道我侄子不能行房事，你们对我侄子满口喷粪，说什么混话？王七走上前来，睁大你的眼，看看你侄子的嘴，看看我们家族有没有毁你侄子的名声。心道：老子本来不想给你来野蛮的，这是你逼老子的。周族长臊得恨不得能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快把周彤弄回屋。刘氏放声哭道：哎呀，我可怜的月啊，嫁了个这么男不男女不女的玩意儿，被折磨了整整7年啊，落得个不能生育的丑弥生，还要被休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我的妹妹啊，你怎么就这么命苦，嫁了个这么一个连猪狗都不如的男人，她是这么恶毒的婆婆。周彤什么东西啊，自己不能生，把错推到媳妇身上。那海氏啊，一天到晚骂王氏，王氏还对海氏那么孝敬。周族族长看了王七递过来的和离书条子，就算想为周彤说话也没有用了，便让周彤赶紧拿银子给王家，好让凶神恶煞般的王族人这么好看，赶紧走。点个订阅吧。跟周彤和离重回王家的王月成了李青青的帮手。李青青让王月揉面洗菜干活，让王月把精力耗尽，没有时间胡思乱想，尽快走出和离的阴影。王家其他人，李二林剁馅儿卖包子，王亮刚吃了5个包子，灌了1碗热水，肚子挺饱的，搓了搓手问道：三嫂，今天是我们家卖包子的第3天，不知道还会有很多人买吗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李青青打着哈欠，又跟刘氏道：我和姐姐先去睡了，娘，你们路上慢点。刘氏望着王月，特意叮嘱道：你们多睡会儿，不用起那么早。我晓得。王月有些心疼刘氏：娘，您路上走慢点，别着急。好吃香喷喷的肉包子，早买早吃，后买的包子就没了，没得吃。这是原白菜猪肉馅，馅里放的肉多油也多，可香了。香城大酒楼才卖的好吃的肉包子，一个3个铜钱，2个只需要5个铜钱，快来买啊！面食吃了不伤胃，面食好刻画，包子里面有肉还有菜，男女老幼啊吃了都好。今天就是原白菜肉馅，我喜欢吃茄子肉馅。昨天的芹菜肉馅我也喜欢。有个胖老头拿着包子就往嘴里放，咀嚼之后老眼一亮，说话都含糊不清。原白菜肉馅的也这么好吃？你家的包子做的真合我口味。有个生着一张马脸的青年衙役挤了进来，大声问道：你们还有多少包子？王老头急得额头上冒了一层的密汗，道：官爷，包子还有253个。刘氏生怕青年衙役不给钱，有些着急的道：哎呀，民妇家是小本买卖，2个包子5个铜钱。你这老妇人，以为我们县令大人白吃你家的包子？瞧好了，这是银子，只会多不会少。青年衙役特意扬起右手，
手指捏着一块1两的小银锭，然后众目睽睽之下交给了刘氏，又道：明日多做些包子，好让县城的百姓能买得到。哎，好，谢谢县令大人，谢谢官爷。刘氏拿着银锭，心花怒放，又殷勤地问道：官爷，可需要民妇夫妻把包子送过去？青年衙役见刘氏识趣，便笑道：那你们跟我走一趟，不远，就在衙门。刘氏这才停止说道，然后说起了审案的过程。县令很威严，买王家包子的县衙就在其中。贺晃年龄很小，只比王浩小1岁。被刘氏提起的王浩，正在200里外当地非常有名的飘仙楼正门斜对面的小酒馆盯梢。可是盯梢就盯了3个时辰，酒馆的小二都过来赶了3次了。酒馆的位置最好，能把对面正门进出的人看得一清二楚。王浩还道：小哥，我是乡下人，没见过美人，这回进城就是想瞧瞧对面的头牌。头牌也是你能瞧见的？小二是个白脸胖子，心里蔑视王浩长得英俊有什么用，一样不是个好东西。哼，告诉你吧，想要瞧头牌，得进飘仙楼的银楼。知道银楼要花多少钱吗？进大门得200个铜板，进银楼就得1两银子，这还不算茶水钱。王浩恭维道：小哥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到了黄昏，不等小二驱赶，王浩就主动起身走了。庞大海跟在后面，还有些纳闷，怎么就走了呀？不在这里坐着呢？坐着盯梢多好啊，比站着舒服。你说这贼人是傻子吗？明知官府要抓他们，还敢明目张胆的到飘仙楼睡女人？王浩冷声道：他们不是傻，是嚣张。突然间，从飘仙楼里面传出了喊杀声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个光着上身、提着裤子、狼狈至极的嫖客，披头散发、袒胸露乳、春光大泄的女子，从对面的正门跑了出来。死人了！救命！杀了好多人，官兵抓杀人魔头，快跑！王浩激动的道：将军已行动，走，我们守在大门，看看能不能阻截贼人。庞大海是心病，心里害怕紧张。我们武艺不精，打得过贼人吗？不是让你送死，是看看能不能帮上将军的忙。王浩挺照顾庞大海，军队里面有老兵照顾新兵的传统，特意道：你跟在我身后。庞大海双腿有点打哆嗦，拿着，不能空手。庞大海学着王浩的样子，左右手各持一根棍子，站在了大门的旁边。一个语气暴怒的男子声音从主楼大厅后面的长廊传了过来：谁敢挡爷，爷就削了谁的脑袋。王浩飞快地扭过头看了一眼庞大海，肃容道：贼人快到了，我们躲起来，等会偷袭。然后就藏在了大门的门后右侧。仍是那个语气暴躁的男子怒吼道：滚开，想杀爷得问爷的刀同不同意。贼人休逃，贼人杀我兄弟，我必用你的人头救我兄弟。杀了他们，不能让他们活着出这个楼。几个男子的声音杀意浓烈至极。王浩没有听到熟悉的声音，但是不用想也知道这几个男子是军队自己人。厮杀打斗的声音越来越近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贼人冲出大门时，王浩悄无声息从门后跳出来，提棍用尽全身的力气朝贼人的脑袋打下。武器是一口大刀，武功很是了得，只是刚才已经被众位将士打成重伤，大刀也被打落在地。你杀人，你把贼人杀死了。庞大海又惊又喜，说话有些结巴。我只是把他打晕了，没有杀死他。在绿林鼎鼎有名的黑脸胖子就这样死在了普通军士王浩的手里。他刚才杀了我们5个兄弟。好样，杀得好。等会儿我会向将军禀明，是这位小兄弟杀的黑面屠刀邓火。半个时辰之后，飘仙楼的7名贼人或被杀或活捉，没有一个人漏网。将军望向王浩，目光一亮，惊诧道：原来邓火死在你的手上。王浩坦言道：邓火已被几位大人杀得奄奄一息，
这般才能叫小人偷袭成功。小人不能把功劳全部揽下，请将军明鉴。几位军士望向王浩的目光多了一份敬佩。不是所有人面对军功都能像王浩这么坦荡的。王浩所在的分队上下皆因他立功而不揽功，面带自豪。将军本来因为死伤30几名部下，死了几十个妓女嫖客，心情十分郁结，但发现王浩这样的人才，心里有些欣慰。当下褒奖了王浩几句，就收兵返营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没几日，襄王赵安亲笔写的按照军功行赏的官书就下来了。将军亲自把立功的众人叫到了议事厅，长叹了一声道：此次围剿死了16名无辜百姓，引起城府百姓恐慌，王爷就不提拔各位军职，只赏赐下银钱。王浩立的军功排第7，得了10两赏银。跟王浩一个村的战友郑源被黑面屠刀瞪火砍断了左臂，现在仍在昏迷之中。按照军规，残疾军士必须脱下军装，结束兵役返乡。郑源没了左臂，回到王村怎么种地呀？怎么去县里镇里打工？养活自己都难，怎么养家糊口呢？这回又多出一次探亲假来，把他喜得不得了，对陈在连声道谢。我说你小子想媳妇儿想疯了，我哪能看着你疯啊？我就成全你了，快回家睡媳妇儿去。陈在哈哈大笑，又道：一听媳妇儿2个字你就两眼冒光，瞧你这没出息的样。浩哥，你什么时候回家看我嫂子？王浩坦然道：我得等郑源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庞大海有些不确定，问道：你说的可是断了左臂得退役回乡的郑源？王浩悠悠的道：对，就是他。他跟我同村，他伤得不轻，我想探亲时顺便捎上他。有个快40岁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兵问道：郑源成亲没？成亲了，他媳妇儿给他生了一个女儿。1个月后，郑源的身体恢复到可以远行了，王浩便请了探亲假，带着郑源一起返乡。深秋的一天，天刚蒙蒙亮，白雾笼罩着王村，一排排茅草屋若隐若现，偶尔几声鸡叫打破了寂静。做吃食买卖，特别是早餐，就得起得比鸡早，挣的都是辛苦钱。厨房，李青青和王月一直低头包着包子，2双手动作飞快，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包子被他们捏成形，放进笼屉。李二林、王志、王亮、王菊都在给二女打下手。等王老头夫妻起床后，所有的包子都蒸熟，并装在板车里了。李青青嘱咐道：今天雾太大了，你们可得走慢点啊。老王头连忙跟几个人道：大家都上点心，不要贪快。刘氏担忧道：这么大的雾，不晓得我们到了县城，主顾有没有起床。李二林也有些担忧：雾天的买卖会好吗？三哥，我今天只给你150个包子，你就在青鱼镇买，不要去香河那边。李青青见李二林一脸的不解，道：大雾天，香河的渔民不敢出船打鱼吧？李二林恍然大悟般道：不敢，你说的对，瞧瞧我，曾经在香河帮村民打过鱼，竟不如你知道的多。李青青便道：你是忙忘记了。就在前天，李二林已经跟李青青商量过，打算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小泉村，把明氏及4个儿女接出来，然后到离小泉村最近的县城做包子买卖。李青青已经同意了，开始传授李二林发面或肉馅什么的。6个卖包子的人走了后，家里一下子清静下来。王月让李青青、王菊赶紧去补眠，他来收拾厨房。张氏把王月打发去睡觉后，拿着扫帚扫院子，把落叶打掉，把鸭子屎、鸡粪扫到簸箕里，再倒到茅房积肥。有妇人路过王家，透过白雾看到院子里面，依稀看到了张氏的身影，道：早饭吃了。张氏看不清对方是谁，听声音也分辨不出来，答道：
吃了。吃的包子啊？是。妇人语气很是羡慕的道：你家吃的真好啊，天天早饭跟过年一样。张氏忍不住微笑：我家卖包子的，早饭不吃包子吃啥？妇人便道：啊，也是，我家卖辣椒，早饭吃的就是辣椒。张氏把院子前前后后扫了一遍，把3个女儿收拾好，然后让长女王盼娣、次女王招娣去村口的水沟边上放鸭子。鸭子嘛得放养，鸡就不用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上午天空的太阳阳光四射，白雾渐渐褪去，天地又变得清晰了起来。张氏坐在院子里头做针线活，王求娣坐在张氏的身边，用小手一点一点地抠蚕豆。李青青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，家里跟往日一样的安静。如果不出意料的话，再过一会儿卖包子的家人就会陆续的回来。剁椒已经送去1个月了，香月斋那边还没有动静，马老爷应该还没有从北方回来。李青青再次感慨，大唐国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利呀。正在这时，院子里传来喧闹声，是刘氏的大嗓门。哎呀，老头子，谁叫你那么快就应下了？你都不看我使眼色。唉，我一听他们要那么多的包子，还是每天都要，我就高兴坏了，哪里想那么多。李青青还在穿衣服，听到门外传来刘氏的声音：哎，青青啊，有个很大的事问你。啊，你还没有起来吧？哎，我这个老糊涂，你先睡。王老头抱怨道：你这嗓门比打雷还响，青青肯定被你吵醒了。李青青哭笑不得，高声道：娘，我已经起来了。你听，青青已经醒来了。王老头非常关心这笔大买卖，也急了，高声道：青青，你听我说，飘香楼是天天都要我们家送500个包子，不是只送1天，是天天都送。李青青心里暗喜，赶紧打开门，见王老头和刘氏都一脸着急地站在门外，笑道：听到了，1天500个包子，1个月是15000个包子。王老头抢在刘氏的面前问道：那你答应不？李青青却是问道：价钱呢？王老头急匆匆地答道：价钱不变，1个包子3个铜钱，2个5个铜钱，1天500个包子，1天就是1250个铜钱。我答应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李青青跟老两口道：飘香楼跟我们家订包子，这事儿可行，不过得写买卖契约，写好价钱，送货时间，不然我们做好包子送过去，他们又不要了。我看就先订上10天。王老头一听又要赚钱了，喜得呵呵乐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刘氏撇了撇嘴巴道：什么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你明明只想着赚银子，根本没想到签买卖契约。张氏得知家里要长期把包子卖给飘香楼，心里欢喜得很，压根儿没有胡思乱想过，还跟刘氏道：我娘家村里有一家，不是张族的人，是外姓人，这家人会种橘树，橘子比别人家的甜籽少，飘香楼每年都把这家的橘子全包了，村里别的人家羡慕得很呐，还向这家人打听怎么种好橘树呢。次日，王家就跟飘香楼先签了10天的契约，每天送500个包子。王家每天卖给飘香楼500个包子的事情也在县城的小集市传开了，王家包子还因此传到了方圆几十里，有人甚至特意赶驴车从襄城的远郊赶来买包子给家里的长辈过寿吃。这么大的包子在襄城的酒楼一个得要5、6个铜钱，味道还远不如王家卖的包子好吃。我老娘胃口好，牙却不好，他过60大寿，我买20个包子，让那老人家一个人吃个够。我家离军队不远，也就100里路，我每3个月能回家一次。家里的孩子多，我总得带些新鲜吃食给他们吃，让他们吃了高兴，别忘记我这个当爹的。总而言之，王家长期卖给飘香楼包子，目前来看是件双赢的事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深秋的一天，
学会了做包子的李二林怀揣着从李青青手里借来的1两银子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他准备沿着官道往小泉村的方向走90里路至丰阳县，每天去丰阳县卖包子，等赚了一些钱，就把媳妇儿孩子都从小泉村接出来。就当李二林大步流星往前走，脑海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时，一辆有些破旧的灰驴车闯进了王村。赶驴车的是个白胡子的老头，坐在板车上面的是一个穿着灰衣、面色惨白、容貌普通、没了左臂的青年。紧跟在驴车后面小跑的是个身材高大、穿着青黑衣裤、浓眉大眼的青年。哎，这不是郑大哥吗？他的左袖怎么空荡的？难道是我瞧错了？灰驴车停在郑源的家门口，王浩把郑源从车上扶了下来，然后给白胡子老头付了驴车钱。这一路上每天坐驴车都是王浩付钱，路上吃喝食宿也是王浩付钱。白胡子老头一直看在眼里，忍不住夸赞道：后生，你人真好，你对你战友可真好。老伯可要喝口水再走。王浩见白胡子老头着急走，就不再挽留。从后院菜地里跑出来，左手还拿着一把小葱的郑花看到了郑源，急得大叫了一声：爹！郑源眼珠子转了起来，目光落到个子刚到他大腿的唯一的女儿郑花的身上，缓缓道：花花。上次他回家还是1年多前，女儿已经不认识他了，这回以为女儿又不会认识他了，没想到女儿一下子就叫他爹了。5岁多的郑花朝后院大声喊道：奶奶，我爹回来了。很快郑源的娘冯氏就从后院的菜地走至，看到郑源先是十分惊喜，再看到郑源的左袖子空荡荡，顿时难以置信的失声问道：你的左胳膊呢？郑源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哽咽道：娘，儿子的左臂被贼人砍断，军队让儿子返乡，儿子只能回来。王浩眼瞅着冯氏头往后要栽倒在地，连忙把冯氏扶住，劝道：冯爷，我郑哥还活着，活着就好，活着生活就有希望，你可别想不开啊。我的天爷啊，我儿子的命怎么这么苦？老天爷，怎么就让我儿子没了一只胳膊？我儿子以后可怎么活？冯氏哭得伤心欲绝。哼，爹，奶奶。小小的郑花也有些明白了，吓得呜呜哭。进家里说话吧。他简明扼要地把郑源在军队发生的事儿说给了冯氏听，然后问道：我嫂子呢？冯氏哭着道：她回娘家了。王浩好心地问道：冯爷，你看要不要我去我嫂子娘家把她叫回来？院子外面传来王大脑袋的声音：浩哥，你刚从军队回来，别再跑远了，赶紧回家，我去把花花娘叫回来。冯氏听到有人说儿媳妇儿，立即冷静下来，他哭着跟孙女嘱咐道：花花呀，跟着一起去，花花别哭，花花见了你娘也不要哭。郑花跟着王大脑袋去了15里外叫郑源媳妇黄氏了。王浩又劝了劝冯氏，就告辞离开，让这对苦命的母子单独说说话。王族人见到王浩，纷纷十分热情地上前来打招呼：豪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王浩也没有隐瞒立功的事情，跟族人说了几句，得到族人真诚的道贺，还有浓浓的羡慕。郑源没了左臂。哎呦，不得了，郑源从军队回来断了左臂。哎呦，郑源的左臂是怎么断的？上次他回家时还好好的呢，怎么这回就没了左臂？哎，当兵根本不是好事儿，郑源只断了一条胳膊，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，有的人直接命都没了。凡是发现郑源没了左臂变成残疾人的，均是特别震惊感慨，还有深深的同情。王浩走在通向自家家门村子的土路上，
想到亲人，因为郑源带来的悲伤少了些，特别是想到刚娶进门的小媳妇李青青，心里一团火热。你家盖了砖房，特别大，特别好的砖房。你家卖咸蛋卖包子可发财了呢。哦，对了，这咸蛋和包子可都是你媳妇讲出来的。三哥，王亮十分激动的声音从不远处传出来，紧接着是刘氏特有的女高音，带着浓浓的惊喜。王浩，你回来了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王浩已经在自家的位置看到了被村民吹上天的砖房，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，然后就被母亲弟弟的叫喊声带动了情绪，欢喜激动的差点落泪。他回家了，平安完好的回家了。三嫂，我三哥回来了。三嫂在睡觉呢，你别吵着她。哎呀，三哥回来了，三嫂肯定想见三哥。三哥刚才说不要吵三嫂睡觉。门外传来王亮、王菊激动的说话声。李青青睡得正迷糊呢，躺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心道：王浩几个月前刚回家探亲，怎么可能又回家探亲啊？他以为做梦呢。大厅里的王浩已经被亲朋好友包围了。王老头高兴的声音盖过了刘氏，激动无比的讲述这几个月王家发生的事情。哎呦，你可是娶了一个好媳妇儿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你是真有福气，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儿。我和你娘天天都想你，你回来就好。刘氏哈哈笑道：哈哈哈，青青也想你，她就是内向，不好意思说。浩爹，我看你这么着急回来，嘿，是想弟妹想的吧？这次你能在家里待多久啊？你真是能干，竟在军队立了军功。王族的亲戚七嘴八舌，都是道喜羡慕的话。王月给王浩端上来一碗煮鸡蛋。三弟，你先吃鸡蛋垫一垫，饭菜一会儿就好了。6个鸡蛋，姐，你给我煮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？太多了，大家一起分着吃。不，我在家呀吃过早饭了。族人不好意思吃，连忙拒绝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王族的亲戚都很识趣，见过王浩聊了天之后就都走了。王浩这才有机会跟家里人单独相处。张氏已经在厨房把饭菜做好了，哪怕王浩胃口很好，看到这2盆也是吓了一跳，笑道：这么多，嫂子这是喂猪吧？快吃，快吃肉。你不在家时，我们天天吃好的，你赶紧多吃点吧。王菊端来一碗糖水，王浩喝了一口，差点没被糖齁死。你是放了1斤糖吧？王菊笑道：没有，我就放了半碗糖。王亮端过来一盘橘子，还道：刚才人太多，我没舍得把三嫂买的橘子拿出来。你小子。刘氏看着儿子吃的狼吞虎咽，心里疼惜，道：你在军队还是常吃糙米吧，咱们家早就天天吃上精米饭了。王亮跟着道：三哥，咱们家现在吃3顿饭，我三嫂说吃得好才有力气干活。他连吃了3大碗饭，好多的猪肉，肚子才没有了饿的感觉，抬起头来道：这次我回来的匆忙，又是带着郑哥一起，在路上没买什么礼物，等我明天去镇里买。王老头抢在刘氏的前面，大声道：家里什么都有，你媳妇儿给我们买了好多东西，你可千万别再花钱。特意瞧了刘氏一眼，道：儿子，你把钱都交给你媳妇儿。青青用她赚的银子给家里盖了砖房，打了水井，给我们每个人啊做了新衣服、新棉袄、新鞋子，买这买那的。我现在啊没有开销，都是花着青青给的银子。你哥哥嫂子姐姐弟弟妹妹也是这样，青青还给我们银钱呢。刘氏将早就想好的话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了出来，又道：以后你在军队赚的钱就不要给我了，都交给青青。刘氏笑道：晚上啊还给你做好吃的，你想吃啥？你们吃啥我就吃啥。王浩站了起来，
准备在大厅里走动一下消消食。正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个清亮的喜悦的少女声音：王浩，你回来了。王浩扭头望去，见从院子里走来一个穿着蓝色衣裙、梳着少妇发髻、容貌美丽14、15岁的女子。点个订阅吧。李青青见王浩羞得有些手忙脚乱，柔声问道：你回来多久了？我没多久。王浩目光跟随着李青青，心道：媳妇儿竟然变得这么漂亮。问道：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啊，我一般中午睡1个时辰，算是补眠。刘氏立即道：青青每天半夜起来做包子，可辛苦了。李青青坦言道：不是我一个人辛苦，大家都辛苦，这样做吃食买卖才能赚到钱。从厨房过来的王亮激动的道：三嫂，我三哥这回回来立了很大的军功，提了军职。我三哥现在是上等兵，月饷涨到280个铜钱。祝贺你。张氏看小叔子的目光一直粘在弟妹身上，他可是过来人，开口道：爹娘，你们刚才不是说要去郑家看看郑源吗？啊，我们现在过去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打算明天去郑家来着。刘氏话毕，看到张氏朝他挤眉弄眼的，一下子反应过来，立即站起来：啊，老头子，跟我出门一趟。刘氏跟王老头去了族人家串门了。张氏朝屁股像是钉在板凳上的王志高声道：哎，你去地里瞧瞧，我带堂弟3个人去别人家串门。王月跟着王志一家人一起出了门，临走前还特意朝王浩笑道：我们好一会儿才回来。王浩俊脸更加红了，倒是李青青仍是落落大方，不见害羞。他给王亮和王菊几串铜钱：咱们家的鸡还小，你去村里面问问谁家卖鸡，买2只大公鸡，再去青鱼镇买条大鱼，今晚吃鸡吃鱼。家里除了王浩夫妻，其他人全部都走了，便连狗子波拉拉和一窝鸭子也被带了出去。大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王浩瞧了2眼敞开的大门，从他坐的位置能看到院子、篱笆墙。院子里有几只鸡在悠闲地走动，篱笆墙外的村路依稀有村民的身影闪过。柔声问道：青青，我不在的时候你过得好不好啊？挺好的。李青青在王浩对面的长凳上坐下来，王浩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起身亲了李青青的脸颊一下。你真美。李青青被王浩偷袭成功，一下子羞得脸红，低下了头，道：就会哄人。王浩深情的道：我说的是真话，你的肌肤比上次白净，脸蛋如玉般光滑。你嘴这么甜，肯定是喝糖水喝多了吧？啊，大白天开着门，小心被人瞧到，笑话咱们。王浩被咱们这2个字给取悦了，瞄着李青青红红的嘴唇，正要行动，就听外面传来一个男子豪爽的笑声：浩弟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今天在河里摸了鱼，送你几条吃，你出来拿。王浩立即松了手，站起来朝门外瞧去，见篱笆墙外站着一个男子，正是堂哥王真，扭头跟李珍珍道：是我哥王真，我去取鱼，你等我。好。不用给我这么多，你们家人多，留着自家吃。没多少，你快拿着，别客气。哥，谢谢。我打算明天上午去看望七叔七婶，他们2老明天上午可在家？我爹娘明天一天都在家，你随时来我家都行。点个订阅吧。王浩送走了王真，2只手里各提着1条1斤多的鲤鱼返回，特意让李青青瞧瞧，还道：七叔是族长，我每次探亲回来都会去他家。明天上午你跟我一起去七叔家坐坐。好。王浩把鱼放到厨房的木盆里，然后去洗手。这时突然想到自己长途跋涉弄得一身的汗臭味，而就在刚才还搂着李青青要亲热。
李青青竟然没有半分的嫌弃他。媳妇儿，你真好。我身上有股子汗味，你怎么不直说啊？你别惯着我。我这就去沐浴，你等我洗干净。媳妇儿，要不你跟我一起沐浴？你别害羞，反正家里只有咱们。李青青望着从厨房返回的王浩，听着他满嘴的荤话，跟刚刚在家里人面前截然不同。这个家伙一点都不单纯，嗔怪道：胡说八道，你自己去沐浴，我才不去。就这样，王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厅，准备沐浴。刚走出2步，就想到自家新盖了砖房，自己还不知道哪间是夫妻俩的卧房呢。我们的卧房在哪里啊？李青青看着王浩手摸着脑袋的模样，像是个大男孩，笑道：还在原来的位置，我带你过去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李青青还想着怎么跟王浩解释没来癸水不可以行房事呢，就看王浩已经换上了干净的旧衣服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，模样比沐浴之前更加的英俊，神采奕奕，体魄健硕，阳刚十足，道：是我傻了，给你做了新衣服，就放在柜子里，我应该提醒你穿的。我听爹娘说了，你给全家人都做了新衣、棉袄、棉被，谢谢你，媳妇儿。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说谢。你不在，他们挺照顾我的。王浩把李青青紧紧地拥抱在怀里。媳妇儿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李青青被王浩亲得有些异动了。王浩，你知道女人来癸水的事吗？知道。王浩，我今年16岁，可是我还没来癸水，所以我不能跟你那个啥，你懂吗？王浩的动作停了下来，疑惑问道：你怎么还没来癸水啊？李青青眼帘低垂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娘家太穷，我在娘家常年吃不饱饭，没有发育好。我在嫁给你之前还生过一场大病。王浩回想起几个月前的李青青，瘦的眼窝深陷，皮肤没有光泽，看上去比生病时的王菊都羸弱，不由得心疼了起来，道：是，我知道，你给我说过这些最好不过。王浩附在李青青的耳边柔声问道：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李青青直言道：我需要你对我别做什么，我现在不能跟你行房事。好。王浩这才明白媳妇的意思，原来媳妇没来癸水，还不是真正的女人，不能跟她行房事。我就当你答应了，那晚上你不能对我乱来。李青青又道：你要是忍不住，我就跟妹妹睡去。王浩亲了李青青的耳垂一下，可怜兮兮的道：你别让我一个人睡，最多我不动你就是了。李青青道：你给我说说怎么立的军功。此战死了很多的兄弟，军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，跟我同村的郑源断了左臂。本来我1个月前就能回家，为了把郑源带回村，我一直等他伤口结痂。他在路上有没有跟你说身体不舒服？王浩道：有，他说身体有些低热，我带着他去当地的药铺找郎中看过，说这是他断臂后引起的症状。李青青心里暗叫不妙，你现在带我去给郑源瞧瞧，我怀疑他的断臂伤口发炎，这事耽误不得。王浩见媳妇儿这么善良，他前世是做了多少好事，今生能娶了这个媳妇儿啊，道：青青，谢谢你，走，我们去郑家。王亮和王菊从青鱼镇买了2只大公鸡，1条8斤重的大草鱼，喜滋滋地回到家中。王菊在厨房里高声道：四哥，厨房里有2条鲤鱼，不过比我们买的草鱼小多了。三哥三嫂不知去了哪里。王亮将3条鱼都拿到水井旁边。我把鱼剖了，你把饭煮上，今天的菜好，三哥又回来了，你可得多煮点饭。一会儿王老头夫妻回来了，见王浩夫妻都不在，心里纳闷了，正要派王亮和王菊去找，就见王浩夫妻和王月沿着村路走了回来。点个订阅吧。李青青取了药，王浩跟他一起给郑源送过去。心善的刘氏还给郑源拿了半只鸡，让冯氏给郑源炖了吃补血。
李青青安慰道：“郑大哥，你现在不要多想，先把身体养好。”郑源热泪盈眶地朝王浩道：“我这一路上吃用都是你出钱，弟妹又给我送来药。”王浩心里难受，连忙道：“咱们是兄弟，好哥哥，你好好养着，明日我再来看你。”晚饭，王家吃鸡吃鱼，王老头父子还喝了酒，王亮未成年也跟着喝了一小杯。饭后，李青青去厨房发面，王浩连忙过来帮忙。王浩见李青青往大缸里倒了半缸的面粉，惊诧地问道：“这么多的白面？”“这些只能做700个包子。”王浩再次震惊。“700个包子？你每天要做这么多个包子？”“何止啊，我和姐姐每天要做1000多个包子。这不是你回来了吗？明天我打算只做700个包子，给飘香楼送去500个，另外200个就在县城卖。”“飘香楼？”王浩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。“啊，我们家跟飘香楼签了契约，每天卖给飘香楼500个包子。如果明天不给飘香楼送包子，我们家就违反契约，会吃官司。飘香楼虽然做着那样的营生，但没有违反朝廷的法规。不止我们家卖给飘香楼东西，县城、镇子、村子不少人都卖给飘香楼东西，跟着飘香楼做买卖。我们家不偷不抢，只是光明正大的做买卖，没有事的。”“你说的是？”王浩点了点头。“你跟爹一样开明。”李青青笑靥如花。“我来，我刚才跟你一起洗过手了。”王老头和刘氏在院子里头散步消食，不时听到厨房里传出王浩夫妻的笑声，心里这个高兴，就没有什么比夫妻感情和睦更重要的了。突然间，厨房里传出王浩愤怒的声音：“这该死，老子要宰了他！”王老头夫妻面面相觑后，连忙走至厨房。李青青站在王浩的身旁，柔声劝道：“这事已经处理完了，你别激动，别杀人犯法。我看家里没有人跟你说，就是怕你太激动去杀周彤。如今周彤已经不在封村了，那个海市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再说周彤的名声全毁了，还被族里人狠狠地打了一顿，姐姐的气也已经消了，你也消消气。”王浩得知后怒不可遏，气道：“我不知道我姐姐在周家受了那么多的苦。我在军队这些年，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但是也是回来过。家里竟没有人告诉我姐姐的事儿。我要是知道，早就让我姐姐跟周彤和离。我姐姐跟那个不是男人的东西过什么过啊？”“哎，王浩，是我不让他们告诉你。哎，这事儿怪我蠢，我不知道周彤那么有心计，那么坏。哎，我害了你姐姐啊！”王老头生怕气坏了他的亲生长子。“不好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姐姐现在在家里挺好，名声也没那么难听。”“你们真应该早把姐姐的事情告诉我，这么大的事竟然不跟我说。我是这个家的儿子，已经成年的儿子，我就应该知道家里所有的大事。”王浩忍不住大嗓门吼了爹娘2句，就去找王月了。李青青特意道：“爹娘，我觉得家里有什么事，特别是大事，还是要让王浩知道。王浩读过书，又在军队当过兵，还立了军功，他有见识，他可以给家里出主意。”刘氏再次感叹道：“我是怕他忍不住打周彤，到时候把周彤打出个好歹，你姐姐还得伺候周彤养伤。”那边王浩听着王月说他跟周彤和离的经过，气得胸脯都要炸开了。王月倒是心大，早就想开了，还道：“三弟，族里人已经给我出气了，周彤还赔了我银子呢，你可要看和离书。”看。王浩握紧拳头，克制着内心的怒火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王浩看完了和离书，冷静之后认为这样对王月是最好的结果。万幸的是，王月性格开朗，已经走出阴影，问道：“姐，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”娘说，要是我遇到合适的人就嫁，要是遇不到
不嫁了。王月停顿了一下，低头道：我看人不准的，我是怕了，不敢再嫁了。可是我要是不嫁，老在家里待着也不行啊。姐姐，你若不想嫁就不嫁，以后地里有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。三弟，青青跟你说的差不多。王月想到了什么，抬头竟是笑了。青青给我发工钱了。青青说，女人手上就得有钱，有钱就不怕。你要对青青好的，不能让青青伤心。我晓得，姐，你看我是那种对媳妇儿不好的人吗？这个不好说，有的人是好人，可是对媳妇儿不好。你弟弟我不会。厨房，王志跟往日一样，手持双刀剁猪肉馅儿。张氏带着王招娣姐妹去洗漱之前，特意过来小声叮嘱：弟妹半夜还得起来干活呢，你让三弟晚上悠着点。王志弄了个大红脸，不过这事儿还就他说比较合适。王浩回到卧房时，见李青青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。今晚他媳妇儿还特意给他留了灯。王浩再次感动，蹑手蹑脚地脱了衣服。他怕动作太大了吵醒媳妇儿，特意身子平躺不翻身。李青青根本就没睡着，她一直听着动静，等了一会儿，竟是听到王浩打起了呼噜。这个人真是说到做到。点个订阅吧。李青青一进厨房就进入了非常忙碌的状态。她先把馅儿调出来，然后开始跟王月一起揉面、擀皮儿、包包子。刘氏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厨房里，上来就催促道：青青啊，你快回去歇歇，我来。两女正在全神贯注地干活，被刘氏吓了一跳。李青青抬头微笑道：娘，今天包的包子少，我们很快就能包好。王月直接道：娘，你包的包子太难看了，你别包了。刘氏哭笑不得，真不愧是她亲生的女儿。嘿，臭丫头，还嫌老娘包的不好。王菊也起床来帮忙烧火。刘氏认为王菊包的比她包的包子好，就抢着做烧火的活儿，让王菊去包包子。李青青愣是被刘氏母女给赶出厨房。你快睡觉，你先睡，这样就不用听我打呼噜了。啊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可是我刚才起床吵着你了。不是，我在军队起得早，养成习惯了。军队起得这么早？不是，军队晨训要晚1个时辰。王浩压低声音道：我要练功，就得比别人早起1个时辰。你练功？练什么功？你这么辛苦练武，是为了立军功？我想当军官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言之有理。王浩激动地问道：你支持我当军官？当然。李青青柔声道：你要是成了军官，我就敢在县城开包子铺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家现在是流商，没有固定的铺面做买卖。我们家没有背景，哪怕做流商也是战战兢兢的，生怕惹上不该惹的人。王家的包子买卖在县城的流商当中最赚钱，好多人眼红的，甚至有人起了坏心思。只是王家跟大势力的香月斋掌柜关系走得近，有些人不敢行动。李青青轻声道：王浩，我听娘说你每次探亲回来都要去镇里探望恩师，这次你打算什么时候去？王浩道：我想这2天就去。又道：上次我们成亲，我师长都没有来喝喜酒，但是派他儿子，也就是我师弟来了，还送了礼物。这次你跟着我一起去看我师长。好，我跟你说说我下一步打算，你看行不行？我想教族人做剁辣椒，我们家盖砖房打水井，上次二姐的事，族人都来帮忙。我寻思剁辣椒的方子很简单，赚不了多少钱，干脆传给族人，这样全族的人都做剁辣椒卖，剁辣椒可比辣椒赚钱。
你真是女中豪杰。等会儿我们跟爹娘打声招呼，就去跟我七叔说。好。早饭王浩吃到了金玉满堂，还吃到了包子。今天包子的馅儿是茄子猪肉馅儿的。以前王浩在家时就很喜欢吃茄子，茄子怎么做他都吃不腻。外面的雨落得小了些，王浩与王老头去了王妻家。半个时辰后，王族的人都知道王浩媳妇儿李青青无偿教大家做剁辣椒。我家还有400多斤辣椒，我要是学会剁辣椒，就把400多斤全部做了。李氏又给族人瞧病，又教族人做剁辣椒，李氏定是仙女转世啊！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能学做新鲜吃食。这么好的吃食方子，王浩媳妇不要钱教我们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下全族人都激动得兴高采烈，几十个妇人直接跑到王浩家，其中几个抱着3、2岁的孩子，竟是连伞都忘了打了。剁辣椒很简单，就是做的时候手沾了辣椒会有痛感。刘氏最喜欢热闹的场面，高声道：我们家青青说了，剁辣椒的方子交给你们，你们做多少剁辣椒你们自己决定，以后卖了赚了钱我们家青青不要，若是赔了钱你们也别埋怨我们家青青。那是我们晓得，我们不是浑人。哎呦，我们得了这么大的好处，谢青青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埋怨青青？众人纷纷表态。今天是下雨天，下地的活干不了，你们要是无事，我这就教你们做剁辣椒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次日，黄氏从地里刨出一大篮子的小香葱，送给了王浩夫妻。这不是因为全家人太感激王浩夫妻，黄氏就刨了10几斤的小香葱送了过来。王老头刚从县城卖完包子回来，还沉浸在数铜钱的愉悦之中呢，跟黄氏道：我儿子儿媳妇不在家，他们去了青鱼镇看王赵秀才。昨天李青青传授了王族人剁辣椒，今天王家收了好几位族人送来的礼物。哎，我们家用不了这么多小香葱，你留一半就行，另一半啊，你拿到县城去卖。黄氏恨不得连竹篮也送到王家，这就把小香葱全部放到厨房外面的地上，然后赶紧走了。刘氏等黄氏走远了，看不见身影，跟王老头道：我听王浩青青说，黄氏没说一句不跟郑源过的话，更没提和离的事。黄氏就是发愁以后的日子会很苦，会活不下去。王老头便道：黄氏也是个不错的。刘氏仍是个大嗓门道：哎，郑源娶黄氏也算娶对了。张氏在厨房跟正在洗黄瓜的王月道：幸亏有青青啊，不然郑家光是给郑源买药就得卖房子卖地了。王月道：嗨，那是啊，这年头药最贵。郑源要卖王家包子的事儿，还没等王浩夫妻从青鱼镇回来，就在村里传开了。身为族长的王妻还特意跟王家人道：你们可以羡慕，但是不要嫉妒。郑源在军队卖命断了左臂，王浩家这么做是帮扶郑源。王浩家就是我们家族的人，王浩家做了善事有好名声，也就等于我们家族有好名声。我可不妒忌，昨天我媳妇儿还去王浩家跟李氏学做剁辣椒呢，我这也有好事，我不妒忌郑源。我得去我老丈人家一趟，我得弄些新鲜辣椒回来。对了，我媳妇儿说李氏说的今年剁辣椒还是新鲜吃食，明年就不是了。我们全家寻思新鲜的吃食才好卖，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，我也得去外面买新鲜辣椒。我家的菜刀才1把不够用，今天一早我就把我2个大舅子家的菜刀借过来了。族人说着说着就说到剁辣椒上面，大家都想赶紧多做剁辣椒卖掉赚钱。这下子王族人和郑家都得了王家的好处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两人进王村出来没多久，一辆专门拉人的骡车路过，王浩体贴李青青，就花了2个铜钱坐骡车。骡车的速度挺快的，不一会儿就到了青鱼镇。王浩道：我师长喜欢吃鱼，我每次去看他都会带鱼。
以前我全省就买最便宜的鲢鱼，这回我打算买草鱼。又问道：青青，你喜欢吃鱼吗？李青青微笑道：我也喜欢吃鱼，我还喜欢吃黄鳝、田鸡。上次我在我二姐家，一个病人为了感激我，送给我好多的田鸡，我过了一回田鸡瘾。王浩把李青青的喜好记在了心里。眼下已是秋天，不是抓田鸡的季节，不然他肯定会抓田鸡给媳妇儿吃的。两人从家里出来时，带了10个咸蛋、20个包子、1小坛剁辣椒，日常用的小药。又在青鱼镇买了一条6、7斤重的大草鱼，这就穿过镇子去了3里外的花沟村。大门半开着，有一只黄色的瞪着2只眼睛的大狗坐在门槛边，还有2个梳着包子头、穿戴整齐、年龄2、3岁的小孩子蹲在黄狗的旁边，好像是在数地上的蚂蚁。你是谁？王浩笑道：我是你师哥王浩，上次我来的时候给你带了一个拨浪鼓，你想起来没有？赵玉兰当然想不起来了，却是站起来朝大门口喊道：爹娘，来客人了。出来一个穿着铁锈红色长裙，戴着银钗银耳环，身材微胖，面色红润，容貌普通的中年妇人。哎呀，原来是王浩来了，你不是才去军队吗？这么快又回来了？这位是……哦，原来是你媳妇儿。嗨，长得真标致，你们快进来。师母，我在军队立了军功，军队允许我回家探亲一次，还给了我赏银。我前天到的家，昨天雨太大，我就没过来拜访。师母好。你师长休学1天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师长带着兰兰和4个哥哥去山里采蘑菇了，一大早就去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你们先坐着吃茶。周氏手脚麻利，沏了茶，上了干果，还拿出几个黄澄澄的橘子来。点个订阅吧。不一会儿，赵山羊父子5人回来了。他们当中有3个人背着竹篓，竹篓里面装着半篓的蘑菇、栗子什么的山货。赵山羊中等身材，方脸大鼻子，他的左脸颊颧骨至下巴有一道宽半尺、长3寸的伤疤。你竟是立了军功，军功可不好立。赵山羊自豪地哈哈大笑。我把话放在这里，你小子就算不读书，没参加科考，去了军队也能出头。王浩恭敬的道：师长教得好，才有我今天。你现在是上等兵，差一步就是从9品下的军官。别看这一步却是极其的难，我也听同窗谈起军队的事，似你这样的出身，想要提成军官，哪怕立了很大的军功，还得上面有人跟你说话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你要是哪天需要银子，记得向我开口。多谢师长。王浩感动得差点热泪盈眶。赵山羊鼓励道：我教的弟子当中还没有一人当成军官，我一直看好你，你要努力替我实现这个愿望。李青青望着性格豪爽、仗义，没有半点文绉绉的赵山羊，竟是觉得这位像是从军队里出来的。周氏去做饭，李青青跟着他去厨房帮忙。周氏也没有说客气话，不过给李青青洗了一个苹果吃。李青青借着做饭的功夫，先表明自己会医术，然后问道：师母，我见师长脸上的伤疤是浅青色的，难道当时是中了毒吗？对，原来你会医术，你太厉害了，你一眼就看出你师长曾经中了毒。唉，你师长倒霉啊，救人时被一根有毒的树枝划破了脸，破了相，当时到处都是洪水，找不到郎中，你师长差点就毒发死了。后来终于找到了郎中，可郎中也没有把你师长中的毒解干净，你师长的脸还因此破相，无法参加科举，只能一辈子当个秀才了。哼，你看看你师长这命啊。李青青知道大唐国郎中医术低下，但是听到周氏的话，再次认识到这里的郎中医术有多么的低，难怪赵山羊的伤疤那么古怪呢。我家里有剧毒的药，我不知道师长脸上还有余毒，要不我让王浩回家取一趟解毒药，给师长解了余毒。哟，你还会解毒呢？
你的医术这般高明？周氏十分惊诧。你跟我来，把李青青带到了大厅。李氏是郎中，连竹叶青的毒都能解。山羊，你快让青青给你瞧瞧。啊！赵山羊望着弟子的媳妇儿李青青，竟是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李青青猜测道：会不会是树枝沾了蛇或者毒蛤蟆的毒，然后戳破你的脸，沾到你的血液，导致毒素蔓延？赵山羊想了想，突然间眼睛瞪圆，大声道：会，8成是这样。我想起来了，树枝上面沾着绿乎乎的粘液，我当时以为是树的汁，压根没想到是蛇，毒蛤蟆的毒汁。然后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望向了李青青。李氏，你可真是聪慧，王浩就十分聪慧，你跟王浩是绝配。我制的解毒药可以解你中的毒，师长，我让王浩这就回家给你取药。李青青都被赵山羊说的想笑了。饭菜刚好，王浩就进门了。他一路都是小跑，速度还不慢，全当锻炼身体了。王浩，你来回跑着做甚？我没那么急。赵山羊吃了药粉，还咂巴了2下嘴巴，蹙眉道：真苦。周氏嗔怪道：废话，良药苦口。李青青叮嘱道：解毒药得连续吃3天，3天后我再来给你复诊。好。赵山羊随意答着，眼睛瞟向桌子上的菜，这么多好吃的菜，看上去比县令大人家招待的饭菜还好，味道应该也更胜一筹，特别是红彤彤的鱼，还有肥瘦相间的羊腿肉，真是诱人至极呀。问道：现在我可以吃饭了吗？李青青微笑道：当然可以。2个小女孩欢喜地拍手道：哦，这好吃的了，吃的了。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王浩夫妻用过饭后，周氏给他们拿了半袋子的蘑菇，还有5斤花生米，2斤麦芽糖。李氏的厨艺真是好啊！哎，日后我家要是摆酒宴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可得把李氏找来帮忙做菜的。李青青自是一口答应。那我们家的亲朋好友就有口福了。师长师母都累了，快午休吧，3日后我们再来。师长师母，晚上记得把包子热了吃，我媳妇做的包子味道好吃，还有咸蛋，是要放进水里煮熟了吃。以前王浩来赵家，赵山羊没有亲自到大门口相送的，这回竟是破例，不但是他，连同周氏也走到了大门口。赵山羊夫妻望着王浩夫妻的背影远去，脸上均是露出了微笑。山羊，我怎么看你脸上的伤疤颜色没那么绿了？是吗？药效没那么快，你先往好里想。周氏高声地叫着4个儿的名字，让他们看赵山羊的脸。娘说的对，我也觉得爹的伤疤绿色浅了。不止，我还觉得绿色的地方变小了。是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嫂子的医术真高明。爹，要不我拿笔在你脸上把绿色的地方给画出来，这样明天就能看出有没有变小。胡闹，怎么能在我脸上画圈？赵山羊大声反对。赵玉兰兴高采烈地拍手叫道：画圈，爹，画圈。赵玉兰奶声奶气的道：我来给爹画。赵山羊有些发困了，也没多想就同意了，然后就睡了过去。等他下午醒来梳头照铜镜，他的左脸是被儿子用墨汁画了一个圈，右脸竟是用墨汁画了好几个大小不一的圈，这几个圈合起来怎么越看越像王八呀。他气得要打人，披头散发地跑出去大吼大叫。4个儿子很乖巧地站成一排，均低头说最后几笔是赵玉兰画的。赵山羊素来宠爱赵玉兰，怎么舍得打她呢？这气只能自己咽下去了。周氏嘿嘿笑得肚子都疼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3日后，王浩夫妻再来时，赵山羊的毒全部清除，左脸没有半点的绿色，只是望向李青青的目光有2分幽怨。你师长的脸啊！
周氏趁着赵山羊去方便，赶紧给王浩夫妻说了儿女给赵山羊脸上画王八的事儿。赵山羊返回，见王浩夫妻捧腹大笑，再看周氏的神情，哪有不晓得的？罢了，反正弟子是自己人。算上这3日，再过4日，我就能喝酒。这些年我一直馋酒，这次多谢你媳妇儿妙手回春，解了我的余毒，让我终于可以痛快的喝酒。周氏跟王浩告状：“你师长要喝酒，被我拦住了。”赵山羊笑道：“我只是跟你开玩笑。”师长，这次我还带来了祛疤痕的药膏。李青青拿出专门给赵山羊制的一碗膏，道：“这祛疤膏能治新伤，治不了旧伤。你的伤疤是旧伤，只能把皮肤划开，变成新伤。涂抹祛疤膏才有药效。您看。”你能把我脸上的疤痕去掉？李青青保守的道：“我有60%的把握。”60%？赵山羊惊呼：“所言当真？”李青青自信的道：“当真。”你快给我脸上涂上祛疤膏。哎呦！赵山羊坐在太师椅上，疼得直叫唤。周氏心疼赵山羊，看了一会儿，就难受的抹起了眼泪。赵山羊还反过来安慰周氏：“这点疼算什么？我要是练好了能参加科考，我这辈子就没遗憾了。”李青青用棉布包扎了赵山羊的脸，嘱咐道：“祛疤膏每天涂1次，从即日起3日不能洗脸，不能日晒，7日不能吃辛辣刺激食物，这是防止破伤风的药。”赵山羊牢牢记住，还复述了一遍。他这个人对于科考的事情特别的上心。师长师母，我明日就得离开王村，今日就不多留了，日后我媳妇儿会给你复诊。赵山羊脸上的伤疼，就挥挥手表示王浩快回家去吧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当晚，李青青给王浩做了一大桌的美食，把王浩吃得更加舍不得离开他。次日，天蒙蒙亮，没有下雨，李青青还在厨房蒸包子，王浩就离家走了。王浩坚持不让家人送行，他背着行囊走到了村口，竟是朝着军队相反的方向走去。大伯，请问这条路可是通往小泉村？后生，你要去小泉村，那里可远了，从这条路一直往前就是山路，得翻2座山。你推着一车的东西，可得动作快点儿，不然到了夜里会有野兽出没吃人呢。多谢大伯。王浩一听要翻2座大山，夜里有野兽也不畏惧，推着独轮车就往前冲。说来也巧，刚爬第2座山的时候，就见从山上面走下来一个人，此人只背了一个很小的包裹，很快就跟王浩会合。大哥，请问翻过这座山就是小泉村？对，你要去小泉村哪家？李家，我媳妇是李家女，我去我岳父家。诶，我就在小泉村，我姓李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你是哪个李家的女婿？我有2个大舅子，李大林、李二林，一个小舅子李三林，还有2个大姨子。哦，你是青青妹子的男人。我叫李正，也是青青的堂哥。堂哥好，我帮你推板车，走，我们一起回小泉村。正哥，你不是要下山吗？怎么又回村了？王浩挺不好意思的。日薄西山，夕阳笼罩着整个小泉村，放眼都是绿色的山林，几十座土黄色的破旧不堪的茅草屋，在菜地里撒欢的狗，正在归家的鸡群，一派安宁朴实。此时已是傍晚，从来不点灯的李家也是破天荒的在大厅里面点了油灯，灯光微弱，倒是能照出几个人影来。这不是志高吗？快请进来坐坐。李大头从大厅里面出去接手，正好看见了田志高。康氏也从厨房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掰了一半的蒜，道：王浩啊，是青青男人，是我的女婿，这回青青没来，我女婿来了。哈哈，青青应该是有身孕了，不然肯定会跟着妹夫一起回来的。王浩什么都没有跟李家人说，李家人就自己脑补李青青没回娘家的原因是怀孕。妹夫，这位是我们村的读书人田志高，
他参加过科考，一下子就考中童生。田童生以后还要考秀才、举人。我见田童生仪表堂堂，下届科考必能高中。科考如同千人过独木桥，不知我下次能不能过去。这时又有村人结伴过来瞧看王浩，还打听王浩拿了什么东西。李家人也不隐瞒，把王浩送的东西都说了。李老头激动的道：我女婿拿了好多的冬衣、棉被，还有吃食。我们家这个冬天不会挨冻，还有猪肉、糖、盐吃。李三林终于有机会跟王浩说会儿话。姐夫，我吴姐有没有告诉你，我明年就要成亲？没有。我明年16岁，我要娶的媳妇儿是胡村最好看的女子。是好看，可也贵得要死。哼，前后花了8两银子还没娶到手，只怕明年胡家还会向我们家要银子呢。明氏拿着扫帚过来扫大厅，也看李三林很不顺眼，粗声粗气的道：长得好看有个屁用，这么久了连双鞋垫都没给你做过。李大林忍不住道：再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身为长子，在李家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。哎，妹夫，你是不知道，你们家娶青青的聘礼5两银子，全部让他拿给胡家了。就这样，胡家还嫌不够，又开口要这要那，总共花了8两银子呢。哎呀，8两银子能在我们村买2亩多的地，在县城都能够买头牛了。王浩好奇地问道：花了这么多银子，怎么还没有把人娶进门？康氏长叹了一声道：唉，胡家嫌弃我们这边冬天太冷，说等明年开春把胡真嫁过来。又瞟了李三林一眼。他这个没出息的，胡真还没嫁过来他就心疼上了，没经过我和他爹同意他就答应胡家。李三林低着头不吭声。这些日子每天家里人都会抱怨花了那么多银子娶胡真。不一会儿，李大头来请王浩去他家住。爹娘，我明早天蒙蒙亮就得走，到时候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好。李老头一个劲的点头，他对王浩非常的满意。妹夫，我送你。明早你什么时辰走啊？我跟你说，山路不好走，你走得太早怕是有野兽。这样吧，明早我送你出山，你就在大头家等着我。点个订阅吧。当晚，王浩就住在了李大头家。李大头的家比李家的房间少，但是李大头是光棍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呢，不像李家一大群的人，所以住得很宽敞。这回是李大林来了，一手举着火把，一手端着一碗香喷喷放了糖的糯米饭，高声道：妹夫，这是家里今年的新糯米，我刚煮熟，你快趁热吃。糯米饭？李大头闻到了香味儿，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糯米饭呐，那可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好东西。李大林害怕李大头要吃，连忙道：我只煮了1碗，没有你的。李大头又咽了一下口水道：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我叔我婶婶竟是大方了。李大林只是笑道：我妹夫难得来一次，得吃饱饭再走。谢谢大哥。不一会儿，李大林和王浩点着火把，带着竹枪，摸黑离开了小泉村。黎明前的山林黑暗无边，天地之间安静的吓人。王浩着急赶路，偶尔跟李大林说几句，都是问李青青以前在娘家的生活。秋高气爽，艳阳高照，王村的村口出现了3个陌生人。这3个人是一家人。村人给3人指了李家的房子，高声道：看见没？那座砖房，院子里有水井的，就是我们村女郎中李氏的家。谢谢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很快王家就到了，田长生大大方方的朝院子里面喊道：师哥，师嫂，冬瓜来看你了，你们在家不？王家的3个小孩子望着穿着蓝衫黑裤干净整洁的小大人般的田长生，均是有些怯懦。
眼前这位可是王浩的师弟呀，是读书人，比村里的小孩子都强。我叫田长生，跟师哥一样，是赵师长的弟子。这是我爹娘。上次我在赵师长家里见过师哥师嫂，我跟师嫂约好的。田长生小嘴一张一合，跟刘氏和王氏说着来王家的目的。我去叫嫂子。王菊去叫人。李青青来到了大厅，见到田家三口，没想到田长生真的把他娘带过来了。小长生，你师哥昨日刚离开家门回军队了，你们家带来的橘子，你师哥可吃不着了。真不巧，我师哥已经走了，我还想见他一面呢。田虎目光诚恳地跟李青青道：其实我家就在青玉镇，离王村不远，只是我前些天忙着店铺里的事儿，没及时带卓晶来找你瞧病。哎，这事都怪我。但是见田虎一个劲的自责，轻声道：我这病不痛不痒的，不是着急的病，晚2天看病无妨。李青青环视田家三人道：你们父子就在大厅喝点水，长生娘跟我来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空气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气，哪怕李青青戴上了自制的棉布口罩，仍能闻到臭气。臭气来自戴氏的身体。这么重的病你还说不严重，还不着急？你有非常严重的妇科病，重度盆腔炎、重度炎症、重度宫颈糜烂，并且子宫下垂。啊！戴氏心里的惊恐慌乱已经大于羞耻。戴氏哭问道：我的病能治好？你得配合治疗，你的妇科病这么重，治疗期间绝对不可行房事。只要你吃辣椒，容易上火，炎症就会加重。在治疗期间，你不可吃辣椒。戴氏一个劲儿的点头。半个时辰后，李青青和戴氏返回了大厅。田长生看到戴氏的双眼通红，脸上有泪痕，以为戴氏患上了绝症，吓得声音都带着哭腔：师嫂，我娘得了什么病啊？妇人的病不会有生命危险，小孩子不要听了。长生娘能得这样的病，你有一部分的责任。等长生娘回家后跟你说，你若是真心对长生娘好，就顺着长生娘。田虎一脸的茫然。张氏等田家人走后，好奇地问道：哎，这戴氏得的什么病啊？刘氏摇了摇头道：刚才青青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她得的是妇人病，莫问。她得的是妇科病比较严重的一种。其实大多数女子成亲之后都有妇科病，只是轻重不同。李青青觉得很有必要借此机会给张氏、刘氏、王月普及一下妇科知识，特别是张氏，马上要生产了。李青青怕张氏也在坐月子时期跟王志行房事把身体给毁了。月上梢头，星光灿烂。秋夜的王村寂静无声。王家的一间卧房里，李青青躺在床上，却是难以入眠。今天戴氏的事让李青青有些触动。子时，几十里外的丰村，一座茅草屋熊熊燃烧，火光照亮了天空，浓浓的黑烟顺着秋风飘散到黑夜里。着火的茅草屋里面没有人，茅草屋的主人是数月前跟王月和离的周彤。夜色深沉，一道人影从丰村村口闪出，此人便是王浩。等王浩做完了这件事，连夜跑回王村。为了不被人落下口实，他不能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家人面前，而是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王家。还在睡梦中的李青青被敲门声惊醒了，以为村里谁家人生病了，着急要他去救命，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，问道：是谁家的人生病了？媳妇儿，是我，你轻点声，别吵醒别人。王浩低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在路上遇到军队的人，军队又给你加了假期。媳妇儿，没事儿。王浩刚才已决定了，坦然道：
我把周彤家烧了。媳妇儿，你莫怕，全村人都知道我2天前就离开王村，便是周族人怀疑我也没有证据。周彤不是好人，我怕他返回来伤害咱们家人，我就先下手为强，把他家烧了，让他回封村无落脚之处，只能在外漂泊。李青青嘴唇微张，内心吃惊，这个男人真是胆大包天。王浩没听见李青青吭声，怕再多说了李青青心里会害怕承受不了，低声道：我离开咱们家后，先去了小泉村看望岳父岳母，我给他们买了些旧的冬季衣物。岳父岳母身子骨不错，媳妇儿也不用牵挂。李青青有些意外，你竟然去了我娘家？我娘家挺远的，来回140里路，这么短的时间你还去我娘家？对，媳妇儿，你可不要小看我来回小跑速度不比驴车慢。王浩紧紧地握住了李青青温热的小手，这回他再走可就是真的走了，他是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么好的李青青。李青青问道：你往桌上放了什么？金耳环，我是想给你买金镯子，想着你平日要做包子，戴着镯子手腕重不方便，就改成金耳环。谢谢你。李青青收到了来到大唐国的第一件金首饰，心里很高兴。媳妇儿，我要走了，你多保重，多想我，这么好看，我以后天天想你。点个订阅吧。黎明前，李青青跟往日一样起床和王家人做包子卖包子。王家人全然不知王浩回来过的事儿。过了2日，封村周彤家被人纵火烧光的事儿就传到了王村。周族的人暗地里向王村的人打听王家人的动静，特别问了王浩。王浩早走了，军令如山，王浩得赶回军队，不然误时了就会被军官打板子。周彤家被火烧了？活该，老天开眼了，恶有恶报。我听说周彤的娘是个泼妇，老跟周族的人打架，会不会是周族的人放火烧了周彤家？周彤娘不是个好的，周彤啊特别阴毒，他们母子得罪了很多人，定是有人气不过，趁他们不在家放了一把火。王村人的话可把周族的人气坏了，不过王村人说的也是实话呀。周彤和海氏都不是好人，特别是海氏跟周族的妇人关系都不好，因为周族人找不到周彤、海氏，也找不到任何证据，这件事儿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暮秋的一个中午，王家人卖完包子刚回来吃完午饭，张氏突然肚子疼痛发作了。大嫂要生了。王亮急忙要去后院找王志。大哥，你快去请稳婆。刘氏高声道：青青早就说过，她能给大嫂接生，你大哥不用请稳婆。王老头跟着道：听青青的，上个月那谁家生娃难产，稳婆来了都没招，还是青青去救了那家产妇和娃。青青的医术可比稳婆高明多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李青青刚扶着张氏进了卧房，还没让张氏躺下呢，就见王志一脸担忧的从外边一瘸一拐的冲了进来，道：大嫂这回生的不是头胎，胎儿胎位也正，大哥你不要着急，不要慌。谁知王志盯着张氏的肚子道：这回一定要是个儿子。我日盼夜盼，肚子里是个儿子，我宁愿少活10年，都要生个儿子。王浩回来那几天，天天都劝你，你怎么还重男轻女啊？大嫂现在刚发作，离生下孩子还有一会儿，你还是到外面等着吧。刘氏进来了，朝王志道：对，这里不是男人待的地方，你去外头等着，我跟青青陪着你媳妇儿。王老头双手背负，瞪眼朝着王志道：你在这里傻站着干啥？快去烧热水，煮点鸡蛋，等你媳妇生产后，用热水给娃洗洗，拿鸡蛋跟你媳妇吃补补。1个时辰后，张氏生下一个健康的婴孩，他躺在床上，有气无力地问道：是儿子吗？王月望着女婴，心道：这要是我生的就好了。轻声道：大嫂，
是个女娃。外面传来王志的大喊声：“是不是儿子？”不是，是个千金，头发乌黑，模样长得还挺好。刘氏在卧房里忙了好一阵子，出来小解释，见王志竟是蹲在地上抹泪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张口就骂，一声比一声高：“王志，不是你怀孕，不是你生孩子，你一点苦都没受，就得到一个康健的孩子，你不进去安慰你媳妇儿，不瞧瞧你孩子，在这里哭个屁啊！撒什么猫尿？瞧你这副没担当、没出息的样，我教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怎么就没点长进啊？家里添人口，这么大的喜事，赶紧把你的猫尿擦掉，看你媳妇儿、你孩子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黄昏前，张氏的爹、大哥来到了王家。张氏的娘因为前2天崴脚了，不能走路，就没来。刘氏看着厨房外面扑腾的2只鸡，还有一篮子鸡蛋。对于贫穷的张家来说，这样的礼物已经十分贵重了。嗨，这不是因为张氏又生了个女儿，张家怕王家生气吗？便道：“亲家，我家什么都有，你们不用拿这么多东西啊。”张家害怕王志跟张氏和离，把张氏赶出王家。唉，真是没地位到了极点。道：“又不是我大嫂一个人生的，没有大哥，我大嫂也生不出来。”刘氏瞟了王志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，这都是我的命，我没有生儿子的命，不怪张氏。亲家，你们放心，王志媳妇儿给我生了4个孙女，平时也孝顺我们夫妻，我们家不会嫌弃她，家和万事兴。”王老头跟着点头：“谢谢亲家，亲家一家都是好人，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。”张氏的爹和大哥得了刘氏夫妻的保证，心里的担忧少了。婆婆、公公对我很好，我晓得的，我把他们当成亲生的爹娘孝敬。你也是好命，嫁到这样一个好人家，连着生了4个女儿都没被嫌。李青青在厨房里炖鸡，跟在一旁切菜的王月道：“大哥的亲事是娘给他选的，娘的眼光好。”张家人也聪明，选了咱们家当亲家。次日，张家父子要走，刘氏回了2丈棉布、4斤棉花、2斤糖。马上冬天了，这些棉布、棉花能做几身棉袄、棉裤，糖吃了能补充热量，不怕冷，礼物实用得很。张家父子更是感激，王志也让刘氏吩咐着去送张家父子一直到官道。正好王志出现在村子里，这些人就一个一个的过来，说着嘲讽的话，其中有2个人还是王族的本族人。还没生出儿子？王志，你是怎么搞的？家里都住上砖房了，还没有后人？没有儿子可不行，你100年后都没有人给你摔盆儿。我那天做梦梦到王志你生了个儿子，没想到事实是反的，你又生了女儿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愿意。我没有儿子，但我日子过得好，以后我会有侄子，我才不担心。你盯着我干啥？你有这功夫去外面做点事赚点钱，你家儿子就能穿上裤子，不用冬天光屁股冻着。滚远点。一直的老实人突然间反驳骂人了，让这些人一时难以接受。等反应过来，王志已经甩手走了。王志回到家里，也不像以前把在外面被人嘲笑的事儿压在心里，而是跟家里人说了出来。闻言，李青青瞪眼道：“爹娘，以后咱们家有好事不要叫他们，哪怕那2个族人也不要叫。”刘氏拍了一下桌子，气道：“以后再有剁辣椒这样的方子，就不交给他们。”我去跟你七叔说一声。王老头咽不下这口气，这就去找族长王七告状。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王七得知此事，自是大骂2个族人，还道：“五哥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你们家有好事不叫他们，我绝对不会替他们说好话。”前年得了王家的好处，后脚就欺辱王志，谁这么狼心狗肺？真是没良心！要不是这件事，我还看不出来这2个家伙坏心肠。以后我们家有什么好事也不要叫他们了。王老头走后，王家的人就把这件事情
在族里说开了。唉，他们现在后悔也无用了呀。到了上午，2位身着青衣的男子牵着一头黄牛出现在了王家的门外。个子高的男子高声问道：请问这里可是王浩之妻李氏的家？已经卖完包子从县城回到家里，坐在院子里歇息了一会儿的刘氏听到有人吆喝，走上前，一边打量一边答道：正是。我们是马家的奴仆，奉我家夫人之命给李氏送牛。马家？哪个马家？我们老爷是香月斋的东家，就是那个马家。啊，原来是马老爷马家呀！我知道，我见过马老爷。马老爷的夫人给我们家青青送牛。在大厅扫地的李青青听到了外面的动静，忙出去，见2个青衣男子已经牵着黄牛走进了院子。咦，这2个男人面生得很，还有那个马家夫人是怎么回事？青青，马老爷的夫人送给你一头黄牛。哎呦，这么大的一头黄牛，耕地拉车能干很多活儿。小人马大柱见过李夫人。小人马山莲见过李夫人。李青青轻轻点头，看了几眼黄牛。无功不受禄，你们家老爷夫人为何送我黄牛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请夫人借一步说话。李青青请2人进了大厅，问道：马老爷从北方回来了？马大柱没有直视李青青，答道：正是，我家老爷前日回来的，昨日跟我家夫人说起你，我家夫人对你比较赏识，便令小的2人将府里的这头黄牛送来。看来马老爷在北方的生意兴隆。夫人说对了，实不相瞒，此次我家老爷还得到宫里贵人的赏赐。李青青见马青夫妻知道回报，心有感激道：请问你们家夫人贵姓？我家夫人姓封。多谢封夫人赠牛。李青青寻思，以后的买卖是跟封夫人还是跟马青做？哦，我们家有牛啦！哇，好大的一头牛，比波拉拉高多了。我能不能摸摸牛？王求娣3姐妹在院子里围着公黄牛转，波拉拉也围着黄牛转圈，还摇着尾巴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波拉拉跟黄牛早就认识。太好了，我们家终于有牛了。王老头从后院的菜地里跑过来，看到了黄牛，喜得差点手舞足蹈。我的青青啊，是个有大福的，